我每打出一把铁剑，就能增加3日寿元，这也是我穿越后获得的能力。只要不停敲打淬火，寿命就会不断延长。叮叮当当，几年过去，我的寿元足足有了12万年，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只能在凡间修炼，斩不断仙人的护体罡气，无法御剑成风。长生又有什么意义？直到几十年后的一天，我才知道寿元原来还能作为炉火来燃烧。那天，我正准备给镇上老主顾打完最后一把菜刀，铁匠铺的火炉里突然喷出赤色异火，一个被封印在残剑里的古神残魂飘到了我的头顶。那残魂眼眸中闪烁着沧桑的幽光，死死盯着我，发出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惊叹：凡人，你体内的生命之火竟然庞大到如此地步，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简直是天赐我的完美荣辱。我微微皱眉，将手中的铁锤缓缓放下，看着飘荡在空中的半透明虚影，神色平静地开口询问：你是何人？为何藏在我这废铁堆中？那残魂傲然挺立在半空之中，散发出一股微弱却极其高阶的威压。吾乃九幽兵祖，万年前执掌诸天神兵的神将。小子，你若愿意拜吾为师，吾便教你如何真正运用你那取之不尽的寿元。我心中猛地一震，寿元还能用来战斗，莫非不只是用来活命？愚蠢！凡人只知长生驻颜，却不知寿元乃是天地间最纯粹的生命本源。你若将寿元作为柴仙引入炉中，便能燃起无上天火，炼出连仙人都为之颤抖的绝世神兵。不仅如此，你还能将寿元融入己身，短时间内获得1000万倍的战力加成。只要寿元不尽，你便是不死不灭的战神。听完这番话，我长久以来古井无波的心海终于掀起了滔天巨浪。12万年的寿元，若是全部化作战斗力，那我在这凡间岂不是可以横着走？想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当即决定尝试一番。我看着手里的那把半成品菜刀，心中一动，试着调动体内那一丝玄妙的力量，燃烧1年寿元。瞬间，一缕常人看不见的金色火焰从我指尖流出，直接没入了眼前的风炉之中。呼啦一声，原本平平无奇的红炭火炉瞬间化作深邃的紫金色，那温度高的连虚空都开始微微扭曲。我提起铁锤，对着那烧红的铁块猛地砸下，当的一声巨响，这一击的声音清脆悠扬，犹如黄钟大吕在耳边震荡。铁屑纷飞之间，天哪！你这凡铁之中竟然孕育出了灵性，这就是燃烧寿元的威力吗？我心中大喜，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原本沉重无比的玄铁重锤，此刻在我手里轻如鸿毛。我一锤接一锤的敲击着，每一次敲击都伴随着寿元的燃烧。虽然每一次只燃烧几天或者几年，但那铁器的质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我沉浸在打铁的快乐中时，铁匠铺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林凡，老子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间铺子我们要了，你还不快滚！我眉头微皱，这青年名叫赵无极，是镇上最大修仙家族赵家的少主。赵无极身边还跟着一个身穿白袍的中年人。林凡，这位是仙门玄玉宗的冷无双仙人。仙人看中了你这块地，底蕴藏的微弱灵脉，要在这里建造行宫。你一个凡人铁匠，识相的就赶紧拿着银子滚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这铁匠铺是我祖传的基业，我不卖。赵无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起来。不卖？你一个连炼气器都不是的废物，也敢跟仙人说不卖？仙人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那名玄玉宗的仙人上前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神色淡漠的开口：凡人，修仙界的事情不是你能参与的。念你修行不易，速速离去，免受皮肉之苦。我看着这高高在上的仙人，心中毫无惧意，甚至有点想笑。我虽然没有仙法，但我有12万年的寿命。想要我的铺子也可以，只要你们能接下我一刀。好个狂妄的凡人，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仙凡有别。说完，他袖袍一挥，一柄散发着淡淡青光的飞剑呼啸悬浮在他的身前。飞剑之上散发出的凌厉剑气，将周围的空气都撕裂开来。冷仙师，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深吸一口气，握紧了那把刚刚淬火完成的普通菜刀。这把刀在打制的过程中，我一共燃烧了整整10年的寿元。虽然外表看起来依旧黑不溜秋，但内部的结构已经发生蜕变。兵祖在我脑海中大喊：小子，别怂！用你体内的寿元灌注到刀身之中，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心中默念，燃烧50年寿元。轰的一声，一股狂暴的生命能量顺着我的经脉涌入菜刀。那原本平凡的菜刀表面隐隐浮现出一层玄奥的金色纹路。那玄玉宗仙人冷哼一声而去，青光飞剑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我的胸口而来，速度快若闪电。换作以前的我，根本连看都看不清。但此刻在寿元燃烧的状态下，那飞剑的速度在我眼里变得无比缓慢。我缓缓抬起右手，轻描淡写的挥出一刀，当一声震耳大响，狂暴的气劲以我为中心向四周宣泄而去，直接将铁匠铺的屋顶掀翻了半边。赵无极和那些家丁被这股气浪掀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下一刻，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只见那柄被冷无双寄予厚望的青光飞剑，在接触到我菜刀的一瞬间，竟然像是纸糊的一般，寸寸碎裂，化作了漫天青色碎屑洒落在地。噗！冷无双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地上的碎屑，又抬头看着我，声音颤抖地喊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凡人，怎么可能一刀斩碎我的下品灵气？”我手持菜刀，静静地站在原地，神色淡然。看来仙人的剑也不过如此。赵无极此时已经吓傻了，他瘫坐在地上，一动不敢动，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在他眼里无所不能的仙人，居然被一个凡人铁匠一刀给秒，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那冷无双挣扎着爬起来，眼中满是惊恐之色。他知道今天踢到铁板了，连忙拉着赵无极落荒而逃。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没有去追，而是低头看着手中的菜刀，心中狂喜。这燃烧寿元的战力加成实在是太逆天了，仅仅50年的寿元，就让我拥有了秒杀修仙者的实力。那我这12万年的寿元，一旦全部燃烧，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兵卒也在我脑海中啧啧称奇。小子，你这资质虽然一般，但这寿元存量简直是妖孽。不过你刚才动静闹得太大，很快就会引来更强的修士。我点了点头，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更何况是如此逆天的秘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闭门不出，一边继续打铁积累寿元，一边在铁匠铺周围布置了无数个防御阵法和隐形阵，甚至为了安全起见，我还用上了我研究多年的隐匿神纹，将整个铁匠铺的气息完全隔绝。就在我做完这一切的第3天，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恐怖的威压，我心中一惊，透过阵法往外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袍的中年人正脚踏祥云，朝着我铁匠铺的方向疾驰而来，那速度快到拉出一道道残影，绝对不是凡间修士所能比拟的。难道是玄玉宗的强者找上门来了？我单手掐印，瞬间启动了所有的隐形阵法。刹那间，原本破旧的铁匠铺在原地凭空消失，只剩下一片荒地。然而那白袍中年人却在铁匠铺上空停了下来，他手中拿着一个散发着五彩光芒的罗盘。他眉头微蹙，喃喃自语道：“奇怪，巡天罗盘显示明明就是这里，为何一片荒凉？难道有人在此布置了高深的隐匿大阵？”身处阵法之中的我心中大骇，这家伙身上的气息犹如深渊般不可测，绝对是超越了凡间界限的真正仙人。他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白袍中年人冷哼一声，大手轻轻一挥，顿时天崩地裂般的仙力席卷而下，轰然砸在我的大阵之上。轰隆隆，狂暴的能量瞬间将我引以为傲的几10个隐形阵法和防御阵法全部撕碎。铁匠铺再次显露出来，我只觉得胸口一闷，整个人倒退了10几步才站稳。那白袍中年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果然在这里，居然能挡下我随手一击，你这凡人倒也有点意思。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的气血翻涌，不卑不亢的拱手行礼。见过仙人前辈，不知前辈远道而来，有何贵干？吾乃上界引渡仙使白羽真人，奉命下凡，带走所有寿元异常之辈，随我前往仙界成仙。成仙，我听到这2个字，心中没有一丝兴奋，反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警惕。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白羽真人态度冷漠，而且直接动用强力破除我的大阵，怎么看都不像是带我去享福的。况且我现在的寿元足足有12万年，要是被仙界的大能发现，指不定会把我当成什么天才地宝给炼了。想到这里，我恭敬地回答道：“多谢仙人厚爱，只是晚辈在凡间还有一桩因果未了。我有一个女学徒，名为顾惜雪，天生绝脉，命不久矣。我答应过要照顾她一生。”不知仙人可否容我带他一同前往？其实这顾惜雪是我在3年前捡到的一个弃婴，如今年方18，天真烂漫。虽然不能修炼，但炼气天赋极高，我早就将他收为弟子，把他留在凡间我不放心。如果这白羽真人不答应，那我只能拼死一搏了。凡间女子罢了，不过既然你执意要带，那就带上吧。速度快点儿，本仙时间有限。我心中松了一口气，连忙走进内屋，将正在熟睡的顾惜雪叫醒，简单交代了几句，便带着她走出了铁匠铺。顾惜雪有些害怕地躲在我的身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天上的白羽真人。白羽真人不再废话，袖袍一挥，一团白云便将我们托起，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在路上，我看着凡间的山川河流快速倒退，心中思绪万千。白羽真人带着我们飞到了凡间的中心区域，这里居然已经聚集了上百人。
凡间的中心区域，这里居然已经聚集了上百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些人全部都是凡间的顶尖强者，每个人身上的生命气息都异常强大，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寿元将近的老怪物。他们此时正聚在一起，面色红润，眼中满是对仙界的向往。顾惜雪紧紧拉着我的衣袖，师尊，我感觉这里的人都好厉害啊，我们真的要去仙界吗？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要害怕，心中却是在冷笑。这些人以为自己是去享福的，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半个时辰后，天空中突然出现了5道强大的身影，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黑色的水晶罗盘，伴随着他们齐声念咒，5枚罗盘汇聚在一起，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在天空中撕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引渡通道开启，所有人速速进入！白羽真人冷声喝道，上百名修士顿时狂喜，争先恐后的飞入黑洞之中。我和顾惜雪混在人群中，也跟着进入了其中。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们出现在了一座仙气飘渺的巨大仙山脚下。这里的仙气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周围的人顿时兴奋地大叫起来：“这就是仙界吗？天哪！我感觉我的瓶颈要突破了！”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红袍的中年人凭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神色倨傲，俯视着我们，缓缓开口：“吾乃仙界墨家执事墨千山，从今往后，你们便是墨家的杂役弟子，归我管辖。你们身后的仙山有无数洞府，可自行选择一处居住。此外，这是本家特赐的登仙丸，服下之后，半日之内便可助你们突破凡人极限，真正羽化成仙。”说完，他屈指一弹，无数道金光飞射而出，化作一颗颗散发着奇异药香的金丹，精准地落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众人看着眼前的金丹，眼神中满是贪婪和狂热，恨不得立刻吞下去。我伸手接过金丹，却在瞬间用一团微弱的灵力将金丹包裹住，防止它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我看着莫千山那看似温和，实则阴冷至极的眼神，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莫家耗费如此大的力气将我们从凡间带上来，绝对不是为了做慈善。这登仙丸肯定有问题。莫千山摆了摆手，示意我们散去，各自寻找洞府修炼。众人千恩万谢之后，急匆匆地朝着仙山上飞去。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越往山顶，仙气就越浓郁。我拉着顾惜雪不紧不慢地走在最后。师尊，我们不快点抢一个好一点的洞府吗？傻丫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选一个偏僻点的地方就好。最后，我们在半山腰处选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废弃洞府。进入洞府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修炼，而是快速在洞府四周布置了10几个隐蔽和隔绝气息的阵法，确保外面的人无法窥视这里的一切。做完这一切后，我将那一颗登仙丸取了出来，放在地上。顾惜雪好奇地凑过来：“师尊，这仙丹真的能让我们成仙吗？”仙界弱肉强食，不得不防。雪儿，你先退后。我取出一套精密的鉴定阵法，这是我在凡间用多年打铁积攒的奇珍异宝制作而成的，可以分析任何丹药的成分。我将登仙丸放入阵法中央，神识微动，启动阵法。片刻之后，阵法上浮现出一缕黑色的雾气，那雾气中隐隐传来一阵刺耳的虫鸣声。我瞳孔猛地一锁，果然有问题。这登仙丸中竟然蕴含着一种极其隐蔽的恶毒蛊虫，名为噬魂引命蛊。这种蛊虫一旦进入人体，确实能瞬间激发潜力，让人在短时间内突破境界，但它的代价却是将修士的性命和灵魂死死绑定在母蛊主人手中。只要对方心念一动，就能瞬间将服药者的寿元和修为全部抽干。好狠毒的手段！这墨家根本就不是在招收弟子，而是在圈养可以随时宰杀的兽奴。顾惜雪看到那黑色雾气，吓得脸色惨白。师尊，这可怎么办？如果莫千山发现我们没有服用仙丹，一定会杀了我们的。我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放心，有为师在，谁也伤不了你。幸好我没有服下这毒丹。不过半日之后，莫千山肯定会来检查成果。如果我没有成仙，必定会引起他的怀疑。既然不能吃药，那我就只能靠自己强行突破了。我看着洞府内浓郁的仙气，心中默念：九幽冰祖，帮我护法。冰祖的虚影从我体内飘出。小子，你现在只有12万年寿元，若是不靠仙丹突破，需要庞大能量支撑。你准备怎么做？我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燃烧3年寿元，助我破境。随着我话音落下，我体内的寿元瞬间减少了3年，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本源力量在我的经脉中疯狂肆虐。我运转起九幽冰祖传授我的九幽断体诀，将这股力量引导着冲向体内的那道凡仙屏障。洞府周围的仙气受到我体内本源力量的牵引，疯狂地朝着我汇聚过来，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仙气漩涡。
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仙气漩涡，我的骨骼在啪啪作响，经脉在不断的被拓宽和重组，那种痛苦犹如万蚁噬心，但我硬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死死咬牙坚持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距离半日之期只剩下最后1炷香的时间，我体内的那道屏障终于在金色洪流的冲击下轰然碎裂，轰！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浪从我身上爆开，将洞府内的碎石震得粉碎。我缓缓睁开双眼，双眸中隐隐有金色的雷霆闪烁。我成功了！我不仅成功踏入了凝神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仙人，而且因为我是靠燃烧本源寿元突破，基础无比扎实，体内的仙力比同境界的修士要雄浑10倍不止。更让我惊喜的是，突破之后，我的寿元上限竟然暴涨了3万年，加上之前消耗的，我现在足足有149997年的寿命。我站起身来，看着在一旁目瞪口呆的顾惜雪，微微一笑：“雪儿，为师已经突破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顾惜雪虽然不能修炼，但我之前悄悄用秘法将她的气息伪装成已经成仙的样子，只要莫千山不用神识仔细探查，绝对发现不了破绽。我们走出洞府，来到了山脚下的广场上。此时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显然他们都以为自己因祸得福，一步登天了。莫千山站在半空中，双手背负，神色冷漠地俯视着众人，他身上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深邃恐怖，显然实力极强。时间一到，莫千山缓缓开口，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所有人速速出列！”那些动作稍慢的修士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到广场中央。莫千山冷厉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着，最后停留在4个面色惨白、气息虚弱的凡间修士身上。他冷声问道：“你们4个为何没有成仙？”莫长老饶命啊！我们资质愚钝，没能消化仙丹的药力，求长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既然成不了仙，那你们对我墨家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话音刚落，莫千山屈指一弹，4道微弱的红光没入那4人的体内。下一秒，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那4人的身体竟然开始急速膨胀，连灵魂都被彻底抹杀。浓郁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让原本兴奋的众人瞬间如坠冰窟。莫千山拍了拍手：“至于剩下的人，你们很听话，我们墨家自然不会亏待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墨家的授权奴仆。只要乖乖听话，就能活下去。若有二心，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众人面面相觑，眼中满是恐惧和困惑。其中一个活了上千年的老修士颤巍巍地站出来，恭敬地问道：“启禀莫仙人，敢问这授权奴仆是何意？”莫千山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你们得了我墨家的仙丹，得以成仙，你们的命自然就是我墨家的。既然命是我墨家的，那你们体内的寿元自然也是我墨家的。往后，本家每个月会给你们提供修炼资源，助你们突破。但每次突破之后，你们增加的寿元必须上交90%给墨家。自己只能留下1000年的活命之本。”听到这里，我心中冷笑不止。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墨家是把我们当成韭菜来割了。修行本就是为了长生，可这些人辛辛苦苦修炼来的寿命，转眼间就要被墨家强行夺走90%，这和猪圈里等待宰杀的牲口有什么区别？而且莫千山提到了收取方法，这说明墨家掌握着某种能够剥夺他人寿命的恶毒法宝或者阵法。我体内的寿元极其庞大，若是被他们发现，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必须尽快想办法脱身。莫千山似乎看穿了有些人的心思，冷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们当中肯定有人想着逃跑，不过本座劝你们最好收起那点小心思。你们服下的登仙丸中蕴含着我墨家的独门秘术，若没有每年的解药，你们的身体和灵魂就会在万重噬心般的痛苦中寸寸腐烂，最终化作一滩浊水。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说完，莫千山取出了一个通体漆黑、上面雕刻着无数恶鬼图案的骷髅头，他轻轻摇晃了一下那骷髅头，呜呜的鬼哭狼嚎声瞬间在广场上响起。下一刻，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只见那些服用了金丹的修士个个面色惨白，痛苦的倒在地上疯狂打滚，显得极其狰狞可恶。我心中一惊，暗道不好，我可没有吃那金丹，要是毫无反应，绝对会被莫千山看出破绽。我果断的一咬牙，混在人群中，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露出一副极其痛苦狰狞的表情，甚至还逼真的惨叫了几声。顾惜雪在我的暗示下，也俏脸煞白的蹲在一旁，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莫千山看着地上哀鸿遍野的景象，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只要你们听话，本座自然会按时给你们发放解药。现在都跟本座去万冰仙中，交出你们的第1批寿元。莫千山一挥手，
祭出了一艘通体散发着耀眼绿光的巨大非洲。那非洲之上散发着极其强横的防御法阵波动，显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重宝。我低着头跟着众人依次走上非洲。一踏上非洲，我便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强大的神识扫过全身。不过我体内的九幽断体诀早已将我的寿元和修为波动完全隐匿，伪装的和普通凝神境修士一模一样。非洲在虚空中快速穿行，片刻之后落在一处巨大的黑色荒原之上。荒原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黑色巨塔，巨塔周围环绕着浓郁的死气和怨气，隐隐有无数神兵利器的虚影在巨塔周围闪烁。此乃万兵仙城，也是我墨家的禁地。进入其中后，会有仙尘之灵询问你们，愿意献祭多少寿元？你们每个人必须献祭3万年寿元。献祭之后，仙朝会根据你们献祭的寿元，赐予你们一件相对应的宝物。上交宝物之后，你们才能领到本月的解药和资源。如果有谁敢投机取巧，献祭的寿元不够，休怪本座无情。我听着莫千山的话，心中暗自盘算起来。看来这万冰仙种就是墨家用来剥夺和转化寿元的工具。不过好消息是，莫千山自己似乎也无法直接查看我们体内到底有多少寿元，只能通过仙种反馈的宝物级别来判断我们是否足额献祭。这就给了我极大的操作空间。进入黑色巨塔的入口处闪烁着一道幽蓝色的光幕，众人虽然心中万分不舍，但在莫千山的屠刀威慑下，也只能硬着头皮一个接一个的走进去。我和顾惜雪走在人群的后面，一穿过光幕，眼前的景象瞬间大变，我们出现在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星空之中，脚下是虚无的虚空，四周漂浮着无数散发着各种光芒的强大法宝。就在这时，一道仿佛从远古洪荒传来的沧桑声音在我的脑海中轰然响起。试炼者欲求何等神兵，需献祭多少寿元？伴随着这道声音，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我的脑海中，我瞬间明白了这里的规则。在万冰仙种中，宝物分为仙1品到仙10品，每一品又分为下等、中等、上等和绝等。献祭3万年寿元，可获得仙3品宝物；献祭8万年寿元，可获得仙4品宝物；而献祭18万年寿元，则能获得传说中的仙5品至宝。我看着虚空中那些散发着诱人光芒的法宝，心中一片火热。我现在体内的寿元接近15万年，如果只是上交一件仙3品宝物，我只需要献祭3万年寿元就行了。剩下的寿命，我完全可以用来为自己和顾惜雪换取一些防身的绝世神兵。只要我不把这些好东西拿出来，莫千山绝对不会知道。想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献祭3万年寿元。轰！我只觉得体内一股磅礴的生命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了出去，紧接着虚空中降下一道金光，落在我的面前。光芒散去，一柄散发着炽热火系能量的仙剑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仙3品上等宝物，离火仙剑。我伸手握住剑柄，只觉得一股狂暴的仙力顺着剑身涌入我的体内。不愧是仙3品上等宝物，这要是放在凡间，绝对能引起无数修士的疯狂厮杀。不过这把剑等会儿是要上交给莫千山的，我并不可惜，因为我还有大把的寿元可以挥霍。那沧桑的声音再次响起：试炼者，你体内仍有富余寿元，是否继续献祭？我眼中闪过一丝金芒，心中暗道：拼了！我必须给自己和雪儿弄一些真正能防身甚至反杀的底牌。我如今还有119997年的寿元，我决定再次献祭8万年寿元，换取一件仙4品神兵。献祭8万年寿元，瞬间我体内的寿元再次少了一大截。与此同时，整片星空开始微微颤抖起来，一道青色的神光从星空深处呼啸而来，最后化作一柄通体清脆如玉、散发着无尽生机与毁灭之意的长剑。仙4品绝等神兵，青帝造化剑。看着这柄剑，连我脑海中的九幽兵祖都忍不住惊呼起来：这是青帝神剑！这青帝造化剑内蕴青帝的一丝生生不息之意，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这把剑就能源源不断的为你提供生命力，而且威力极大，绝对是仙4品中的极品。我心中狂喜，连忙将青帝造化剑收入系统空间深处，用秘法将其气息完全封锁。接着，我看着自己还剩下的39997年寿元，决定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再次献祭3万年。这一次，我准备为顾惜雪换取一件防身法宝。献祭3万年寿元，虚空中再次落下一道紫光，化作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紫色玉如意，仙3品绝等防身法宝天心如意。这天心如意能够在宿主遇到生命危险时，自动激发一个足以抵挡凝神境巅峰强者全力一击的防御护罩，而且能够隐匿修士的气息，正适合毫无修为的顾惜雪。我满意的将天心如意收好。此时我的寿元只剩下了9997年，虽然比之前少了很多，但只要我能源源不断的打铁淬火，寿元随时都能补回来。就在我准备带着顾惜雪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在不远处的虚空中，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倒在地上，生命气息极其微弱。我眉头微皱，走过去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女子。她生得极美，清冷如月，只是此时她脸色惨白如纸，体内的生命力几乎已经枯竭，连灵魂都开始出现了消散的迹象。九幽兵祖在我脑海中惊讶地说道：这丫头居然是罕见无比的无垢剑体，只可惜她
他强行沟通超越自己极限的神兵，导致寿元被仙场反噬，如今只剩下不到10天的寿命了。若无逆天机缘，必死无疑。无垢剑体，我心中一动，这可是万中无一的绝世修剑天才啊！若是能将他收为弟子，以后绝对是我的一大助力。反正我现在还有9000多年的寿命，救他一命倒也无妨。我蹲下身，将一缕精纯的生命力顺着他的额头缓缓注入他的体内，同时在心中默念：燃烧500年寿元，注入此女体内。轰！随着我寿元的燃烧，一股庞大且温和的生命洪流瞬间涌入了白衣女子的四肢百骸。她体内原本已经枯竭的生命之火，在这一刻竟然奇迹般的重新复苏，甚至连她受损的灵魂都开始快速修复。片刻之后，白衣女子缓缓睁开双眼，露出一双清冷而又迷茫的眼眸。她看着我，声音有些沙哑地问道：“是你救了我？”举手之劳罢了。我见你天资聪颖，却因外险些丧命，你可愿拜我为师，随我向修行？白衣女子挣扎着坐起来，她能感受到自己体内那股原本已经彻底消失的生机，此时正澎湃汹涌，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逆天手段。她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恭敬地磕了3个响头。弟子柳如烟，拜见师尊。多谢师尊救命之恩。脑海中顿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收徒成功，获得逆天资质女弟子柳如烟。我心中大喜，连忙将她扶了起来，然后将刚才得到的那柄离火仙剑递给她。等会儿出去之后，你就将这把剑上交给莫存山，记住，千万不要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柳如烟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她是个聪明人，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我带着顾惜雪和柳如烟走到出口处，一穿过光幕就回到了荒原之上。此时莫千山正盘坐在半空中，冷冷地俯视着走出来的众人。莫千山大手一挥，一股无形的吸力爆发开来，众人虽然心中滴血，但也不敢反抗，纷纷将自己得到的仙3品法宝扔了过去。莫千山看着眼前漂浮着的上百件仙3品法宝，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满意的神色，不过他很快就沉下了脸，冷声喝道：“很好。看来你们都还算老实。不过为了防止有人撕好东西，现在所有人把你们的储物袋和随身衣物全部放开，接受本座的神识检查。”听到这话，人群中顿时有几个人脸色变得惨白无比，显然是抱着侥幸心理在里面私藏了更好的法宝。我心中一凛，却没有任何慌乱。我悄悄运转体内的9幽断体诀，将藏有青帝造化剑和天心如意的隐藏阵法完全收敛，同时用大梦天罗面具的幻化之术，将我的气息和身体状况伪装的天衣无缝。莫千山的神识如同一柄利刃一般，在每一个人身上粗暴的扫过。几声惨叫传来，只见几个私藏了仙4品法宝的修士被莫千山直接隔空抓了出来。莫千山冷哼一声：“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耍花样！”说完，他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拍碎了那几个人的脑袋，将他们得到的宝物据为己有。那残忍血腥的手段，让在场的其他人吓得浑身止不住的发抖。当莫千山的神识扫过我的身体时，我神色平静，任由他的神识在我的经脉和丹田中反复试探。在天宫隐匿神纹的伪装下，他只探测到我体内有一股极其微弱且虚浮的仙力波动，寿元也只剩下了普通的几百年，完全就是一个靠着运气强行突破的废物修士。莫千山不屑地撇了撇嘴，将神识移开。至于顾惜雪和柳如烟，在我的暗中庇护下，也完美地避开了他的探查。呼，我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这莫千山虽然实力强横，但在9幽兵组的玄妙手段面前，依然不够看。检查完毕后，莫千山收起所有法宝，冷冷地俯视着我们。算你们识相。从今天起，你们就留在这神锤峰做杂役地，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炼器材料采掘和打铁任务，否则不仅没有解药，还要接受搜魂之刑。现在都给老子滚回去干活！说完，莫千山带着大批的宝物，头也不回地化作一道流光飞回了宗门深处。众人如蒙大赦，纷纷瘫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我拉起顾惜雪和柳如烟，没有任何停留，低调地朝着我们所在的废弃洞府走去。回到洞府，启动了所有的隔绝大阵后，我们才算是真正安全了下来。顾惜雪拍了拍胸口，小脸红扑扑地说道：“吓死我了！刚才那个坏蛋的眼神好可怕。”柳如烟则是神色凝重地看着我。这莫家实力雄厚，莫青山更是凝神境后期的强者，我们留在这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微微一笑，在一块青石上坐了下来。危险？不，危险？不。对于别人来说这里是地狱，但对于为师来说，这里却是最完美的修行宝地。
墨家让我们打铁练气，这正合我意。只要我能源源不断的打铁，我的寿元就会无限增长。有了足够的寿元，我就能炼制出更强的神兵。到那时候，区区一个墨家，在为师眼里不过是土鸡瓦狗罢了。我看着站在眼前的2个女弟子，神色变得严肃起来。雪儿，如烟，从今天开始，为师会传授你们真正的九幽天宫诀。在这神锤峰中，我们要做的只有2个字：隐忍。等为师积攒了足够的实力，就是这墨家覆灭之日。 2个女孩看着我深邃而又充满威严的目光，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和崇拜之情。她们齐声应道：“是。”弟子谨遵师命。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杂役铁匠，每天准时去神锤峰的矿场采掘选铁矿石，然后回到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敲打淬火。在旁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为了活命而拼命摇尾乞怜的凡人废物。可没有人知道，我每一次挥动铁锤，体内的寿元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天、10天、1年、10年，仅仅1个月的时间过去，我不仅完成了墨家布置的任务，甚至还悄悄给自己打制了几十柄伪装成废铁的绝世剑台。而我的寿元也悄无声息地重新恢复到了13万年。在我的悉心指导下，顾惜雪和柳如烟的实力也在突飞猛进。顾惜雪虽然天生绝脉无法修炼仙力，但她对炼气神文的理解却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我将九幽冰祖的炼气心得传授给她后，她居然能够在一柄普通的铁剑上刻画出连凝神境修士都无法看懂的复杂阵纹。而柳如烟则更是不凡，她本就是无垢剑体，在服用了我用寿元淬炼过的灵药后，体内的剑意每天都在疯狂暴涨。短短1个月的时间，她就已经悄悄突破到了凝神境中期，而且她的剑气纯粹无比，足以轻松越级挑战。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神锤峰做杂役，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长眼的狗腿。这一天，我正在铁匠铺里指导顾惜雪刻画神纹，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独眼修士带着几个不怀好意的杂役闯了进来。这独眼修士名叫张狂，是莫千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专门负责监管我们这些杂役弟子，平时作威作福，极其残暴。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有些贪婪地笑道：“哟，林凡，你废物艳福不浅啊，居然藏着2个这么标致的小妞。老子在矿场累死累活，今天刚好缺2个端茶倒水的侍女，就把他们带走了。”我眉头微皱，缓缓放下手中的铁锤，挡在两个弟子身前，神色平静地看着他。张执事，宗门规矩，杂役弟子各司其职，他们是我的助手，你不能带走他们。张狂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规矩，在这神锤峰，老子就是规矩。你一个连成仙都勉强的垃圾，也敢跟老子谈规矩？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给我打！张狂身后那几个杂役冷笑一声，捏着拳头就朝我冲了过来。我叹了一口气，心中有些无奈。我本来只想安静的打铁发育，为什么总有这些不知死活的蠢货送上门来？师尊，让我杀了他们。我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杀他们，何须你动手，免得脏了你的手。我看着冲过来的几个杂役，心中默念：燃烧10年寿元，融于双拳。轰！一股狂暴到极点的力量瞬间充斥了我的双拳。在众人还没看清我动作的时候，我直接一步跨出，一拳轰在最前方那个杂役的胸口上。砰！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那名拥有凝神境初期修为的杂役弟子，竟然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重重砸在远处的山壁上，直接昏死过去。剩下2个杂役硬生生停下脚步，看着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怎么可能？这个林凡不是个靠运气突破的废物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肉身力量？张狂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神色变得无比阴沉。好小子，深藏不露啊！难怪敢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不过，老子可是凝神境后期的实力，今天就让你知道多管闲事的代价！张狂怒喝一声，浑身仙力暴涨，一柄散发着黑色鬼气的重刀凭空出现在他手里。他双手握刀，带着开天辟地之势，朝着我的脑袋狠狠劈了下来。这一刀威力极大，周围的空气都发出了刺耳的音爆声。我冷笑一声，身形不闪不避，直接抬起右手，并指成剑，朝着那劈落的重刀轻轻一点，找死！张狂见我居然敢用肉身手指去接他的法宝重刀，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容就彻底僵在了脸上。当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起，我的手指顶在张狂的刀锋之上，竟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反而是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力道顺着刀身反震了回去。咔嚓！张狂手中的黑色重刀在接触到我手指的一瞬间，竟然直接裂开了无数道蛛网般的缝隙，最后砰的一声，碎成了漫天的黑色铁屑。噗！张狂如遭重击，嘴里狂喷鲜血，整个人倒飞出10几米远，狼狈不堪地摔在地上。他顾不得嘴角的血迹，满眼惊恐地看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的杂役弟子！我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中满是冷漠。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你带不走他们，而且你得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张狂感受到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宛如深渊般的恐怖威压，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自己今天踢到真正的铁板，连忙跪在地上拼命的磕头求饶。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求前辈把小人当个屁给放了吧！我看着这个先前还嚣张无比的狗腿，心中毫无波动。我并没有直接杀他，因为在这宗门之中，若是无故死了一个执事，肯定会引来莫千山的亲自调查。我现在还需要时间发育，不能打草惊蛇。滚吧！以后若是再让我看到你靠近这里半步，下场就跟这把刀一样。张狂如蒙大赦，哪里还敢多说半个字，连滚带爬的带着几个受伤的杂役逃出了铁匠铺。柳如烟走到我身边，有些担忧的说道：师尊，这长相狂虽然被吓走了，但他回去之后肯定会向莫冲山打小报告，我们是不是该提前做些准备？无妨，他不敢去。像他这种欺软怕硬的小人，最是自私怕死。如果他去告状，不仅会暴露他自己的无能，万一引得我出手将他灭口，他得不偿失。接下来的几天里，不仅张狂没有再来找过麻烦，甚至连神锤峰分发给我们的任务分量都莫名其妙的减少了一半，而我们分到的修炼资源和凡间奇珍却翻了1倍。这显然是张狂在暗中讨好我，我乐得清闲，每天带着2个女徒弟在洞府里疯狂修炼和打铁。眨眼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半年里，我体内的寿元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打铁，已经悄无声息的突破到了惊人的15万年。九幽兵族也终于在无数纯粹寿元温养下，恢复了3成实力。小子，我感应到了。这神锤峰的地底深处埋藏着一件不得了的东西，那东西散发出来的波动，绝对超越了仙武品的层次，甚至可能是一件残缺的上古神器。上古神器，我心中猛地一惊，这神锤峰地底居然还藏着这种好东西，难怪墨家要把大本营安在这里，看来他们也是为了这件上古神器而来。兵族点了点头，不错，不过那件神器的周围封印重重，而且沾染了无尽的怨气和死寂的怨气。墨家这几百年来一直通过收割你们这些凡间飞升者的寿命，就是在源源不断的用纯净的寿元去冲刷和浇磨那神器周围的封印死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快则3个月，慢则半年，那神器周围的封印就会彻底消散。到时候，莫千山肯定会用你们所有杂役弟子的性命去进行最后的祭祀，强行收服那件神器。听到这里，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好一个墨家，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为了得到一件神器，居然要用上百名修士的性命去血祭。不过，既然被我知道了，那这件神器，你们墨家就别想指望了。我看着自己那15万年的充沛寿元，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既然你们想要用寿命去消磨封印，那我就用我这15万年的寿命，给你们准备一份天大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表面上依然每天按部就班的打铁干活，暗地里却开始让顾惜雪和柳如烟做撤离的准备。而我则是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用土遁之术潜入到神锤峰的地底深处。在九幽兵组的指引下，我穿过了重重危险的岩浆和死寂层，终于来到了神锤峰的最核心地带。那漫天的暗红凶光在夜空中不断翻滚，我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那本是纯粹的仙气被强行扭曲，化作了漫天的戾气。雪儿、如烟，好戏要开场了，我们走。我带着2个女弟子，神色平静地走出了破旧的洞府。此时的半山腰上，狂风呼啸，卷起漫天的碎石，无数的杂役弟子正面带惊恐，失魂落魄地朝着山顶的广场跑去。他们的步伐杂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因为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体内的仙丹正在疯狂地灼烧，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静止，正像是一条条无形的锁链，拖拽着他们前行。顾惜雪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师尊，那些人的样子好痛苦，那颗仙丹真的太可怕了。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雪儿莫怕，有为师在，那禁止伤不到你分毫。师尊，等会儿若是动起手来，弟子愿为先锋。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不急，先看戏。等那莫青山最得意的时候，我们再送他一份大礼。当我们来到山顶广场时，眼前的景象壮观而又诡异，数以百计的杂役弟子正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跪倒在地。广场的中央，那座巨大的祭坛已经完全亮起，暗红色的符文在地面上游走，汇聚向最中央的那口太荒清源鼎。莫千山正凌空虚度，站在大鼎的上空，他浑身散发着凝神境后期的恐怖威压，原本清瘦的脸庞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极其狰狞。哈哈哈哈！莫千山仰天大笑：各位，
今天便是你们为墨家做出贡献的日子。只要将你们的寿元奉献给神鼎，等神鼎封印解开，本座少不了你们的好处。人群中，一个年迈的修仙者挣扎着抬起头，声音颤抖：“莫长老，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明明答应过，只要我们按时上交宝物，就会给我们解药啊！”你们不过是一群凡间上来的杂役，也配合本间谈条件？没有你们的寿元，本座如何驾驭这太荒清元鼎？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说完，他猛地摇动手中。广场上的修士们纷纷惨叫，抱着脑袋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他们体内的生命元气开始化作一道道绿色的丝线，顺着地面的符文，疯狂地朝着太荒清元鼎涌去。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运转起体内的九幽天宫诀。我的丹田之中，那一尊被我打下神识烙印的太荒清元鼎，正发出轻微的轰鸣。莫千山，你真以为你掌控了一切吗？我心中暗自冷笑。我示意顾惜雪和柳如烟也顺势倒下，伪装成痛苦挣扎的样子。莫千山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他眉头微蹙，总觉得我这个废物的生命力似乎流逝的极慢。林凡，你这废物，为何还能勉强支撑？莫千山身形一耸，瞬间落在了我的面前。我露出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浑身剧烈颤抖。莫长老饶命！小人只是天生力气大，底子厚一些，求长老高抬贵手。底子厚，那正好，给本座多贡献些。说完，他一手拍在我的肩膀，企图强行抽取我的寿元。然而，在他的手掌接触到我肩膀的一瞬间，我心中默念：燃烧500年寿元，反噬！轰！一股庞大到无法想象的生命本顺着我的经脉，如洪流般逆流而上，直接冲进了莫千山的体内。莫千山脸色大变，只觉得一股狂暴到极点的力量在经脉中肆虐，这股力量太强了，根本不是他能够承受的。怎么可能？你一个凡人，体内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生命元能？莫千山惊呼一声，身体连连倒退，嘴角甚至溢出了几缕本源气息。我缓缓站起身，脸上的惊恐之色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冷若冰霜的笑意。莫长老，我这寿元你可还吸得舒服？周围的杂役弟子们都看傻了，这个平日里唯唯诺诺的铁匠林凡，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莫长老说话？而且莫长老刚才似乎被他震退了，找死！莫千山恼羞成怒，浑身仙力暴涨，一掌朝着我的天灵盖拍来。如烟，交给你了。是，师尊。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碧绿色的剑芒冲天而起，犹如划破夜空的流星。柳如烟身形如电，瞬间挡在我的身前，她手中的青帝造化剑散发着无尽的生机与毁灭之意。当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彻广场，莫千山那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掌，竟然被柳如烟轻描淡写的一剑挡下。不仅如此，那股强横的剑气直接将莫千山身上的道袍撕裂出无数道口子，他的身形再次被震飞出去，狼狈地落在地上。灵神境中期，无垢剑体，你居然隐藏了修为！莫千山满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如烟，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被自己当成要引子的女娃，竟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剑道天才。而更让他震惊的是，柳如烟刚刚称呼我为师尊。你到底是谁？莫千山死死地盯着我，心中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惶恐。我倒背着双手，一步步走向祭坛。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这口太荒清元鼎，现在是我的了。胡言乱语！本座已经用数百人的寿元消磨了他的封印，他早已是本座的囊中之物。莫千山疯狂地吼道，试图催动祭坛上的控制符文。然而，无论他如何催动，那口太荒清元鼎都毫无反应，反而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鼎身上的暗红符文，在这一刻竟然奇迹般地转变成了高贵的金黄色，一股神圣而又古老的气息从鼎中弥漫开来。九幽天宫，听我号令。收！我轻吐出几个字，嗖！那口小山般大小的太荒清元鼎瞬间化作一道金光，直接没入了我的眉心之中。什么？莫千山呆若木鸡，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般。他辛苦筹划了几百年的大计，竟然在这一瞬间替别人做了嫁衣裳。噗！莫千山因为心神俱震，体内的仙力瞬间涣散，他惊恐地现自己与神鼎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彻底斩断。我和你拼了！莫千山双目圆睁，彻底陷入了疯狂。他猛地捏碎了手中的骷髅头骨，准备同归于尽。然而，我已经不准备给他任何机会了。时间领域，风，一股玄妙的波动以我为中心，瞬间扩散至整个山顶广场。在这一瞬间，风停了，云滞了，莫千山前冲的身形硬生生地定格在半空中。他脸上那狰狞的表情，甚至连他眼中闪烁的狂暴仙力都完全静止。周围那些痛苦挣扎的杂役弟子，也都在这一刻保持着各种奇异的姿势，动弹不得。在这片被静止的时空中，只有我行动自如。我缓缓走到莫千山的面前，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惊恐与绝望的脸。莫长老，
多谢你的引路，下辈子做个好人吧。我抬起右手，并指成剑，轻轻点在莫千山的丹田处。我体内的九幽天宫诀轰然运转，化作一个微型的漩涡。在时间领域的加持下，莫千山体内的仙力与修为开始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退化。他的黑发瞬间变得斑白，皮肤开始干瘪松弛，那是寿元反噬的力量。他这100年来夺取的所有寿命，在这一刻全部流失，消散于天地之间。做完这一切，我收回右手，身形一闪，退回到了原地。我轻轻呼出一口气，解除了时间领域。砰！失去了修为和寿元的莫千山，像是一具风干的枯木一般，重重的摔落在地上。他没有死，但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连动弹都困难的废人。他的眼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与不可一世，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绝望。周围的静止在这一刻彻底瓦解，那些杂役弟子们纷纷恢复了自由。他们看着躺在地上如死狗般的莫千山，再看着神色淡然的我，一时间，整个广场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那是何等通天的手段！一个凡人铁匠竟然在弹指间废掉了一个凝神境后期的修仙大佬。我没有理会他们，转过身看着那些重获新生的杂役弟子，禁制已解，你们自由了，各自逃命去吧。众人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前辈的大恩大德，我等没齿难忘。无数人朝着我深深拜下，然后急匆匆地朝着山下跑去。他们知道莫千山倒了，莫家很快就会大乱，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就在人群纷纷散去的时候，一个身穿素雅长裙的女子却缓缓走到了我的面前。她没有逃跑，而是盈盈下拜，神色中带着一抹哀求。小女子叶青歌，恳请前辈收留，只要能跟随前辈，小女子愿做牛做马，端茶倒水。我微微一愣，打量起眼前的女子，这叶青歌生得极美，温婉如水，眉宇间却隐隐带着一抹极其倔强的英气。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的神识扫视下，她体内竟然隐隐有一股奇妙的音律在律动，那是罕见的天音玲珑心。九幽冰祖在我脑海中再次怪叫起来。我操，小子，你这是什么运气？又是一个万中无一的绝世体质！这女娃若是修行音律剑道，或者是用音律辅助控火炼苦，绝对是旷古烁今的天才呀！快收下她！我心中暗自好笑，这九幽冰祖比我还着急。不过我确实需要更多有天赋的帮手，毕竟接下来的路怕是不会太平太久。你为何想跟着我？我看着叶青歌，淡淡的开口询问。叶青歌抬起头，眼眶微红，声音有些哽咽。小女子的家族曾是凡间的一个隐世音律世家，只因家族中有一件祖传的宝贝，招来了强者的记忆，一夜之间，家族尽毁。父亲为了保护我，将最后的生力渡给了我。我本想寻找仇人的线索，却不幸被墨家抓住当了杂役。前辈实力通天，小女子不求前辈替我报仇，只求能有一个容身之所，学得一技之长。说到动情处，一滴晶莹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平添了几分楚楚可怜。一旁的顾惜雪心软，拉了拉我的衣袖。师尊，大姐姐好可怜，我们就留下她吧。我叹了一口气，神色柔和了下来。罢了，既然如此，你便拜入我门下，做我的第3个弟子。不过，跟着我，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弟子叶青歌，拜见师尊。我一挥手，带着3个女弟子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离开神锤峰后，一路上没有片刻停留。根据叶青歌提供的信息，我们朝着仙界一处名为天宫城的散修之城赶去。天宫城是一座由无数散修和炼器师共同建立的庞大城池，那里鱼龙混杂，各大势力交错，但也正因为如此，那里反而是最安全的安全港。半个月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天宫城，看着眼前那高耸入云、通体由青铜和巨石打造的宏伟城墙，顾惜雪和叶青歌都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惊叹。好大的一座城啊！这得需要多少精铁才能打造出来啊？顾惜雪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小星星。我微微一笑，带着他们进了城。在城中一处偏僻的穷人街区，我花了几百颗低阶仙石，租下了一间有些破旧的铁匠铺。铺子不大，前面是铺面，后面是一个小小的院子，足够我们师徒4人居住。安顿好之后，我重新挂上了灵记铁匠铺的招牌。每天清晨，伴随着清脆的叮叮当当声，我开始了我平静而又充实的打铁生活。我每打出一把铁剑，就能增加3日的寿命。虽然如今我的寿命已经多达10几万年，但我依然没有松懈。长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才能走得远。在这平静的日常中，我也开始履行我作为师尊的职责，教导我的3个女弟子。顾惜雪对神文的敏感度极高，我每天都会在打铁之余教她如何将九幽天宫诀中的防御阵文完美的契合在最普通的生铁之中。雪儿，炼器之道不在于材料有多珍贵，而在于你对天地灵气的感悟，以及你刻画阵纹时的心境。我握着他那有些笨拙的小手，在通红的铁片上一笔一画地引导着他。顾惜雪俏脸微红，却听得异常认真。
师尊，我明白了。而柳如烟则是每天在院子里疯狂地挥汗如雨。她的无垢剑体在九幽兵组的指导下，开始修行一种名为九幽寂灭剑的无上剑道。她的剑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极致的速度和纯粹的力量。每一次挥剑都会在院子里的空气中留下一道碧绿色的剑气残影。至于叶青歌，则是我们铁匠铺里最奇特的一道风景。每当我在炉火旁挥汗如雨的打铁时，他就会坐在一旁的竹椅上，轻轻吹响他那只白玉长笛。清脆悠扬的笛声在狭窄的铺子里弥漫。奇妙的是，那笛声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安抚心灵的力量，能让我原本因为高温而略显烦躁的心境瞬间变得古井无波。不仅如此，在他的天音控制下，炉子里的赤色火焰竟然能够随着笛声的节奏忽大忽小，达到最完美的淬火温度。师尊，今天这曲清心咒可还合您的心意？一曲终了，叶青歌收起长笛，有些俏皮地看着我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哈哈大笑。好，极好，有青歌的笛声相助，为师今天打铁的速度都快了30%。小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这种温馨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修行不一定非要打打杀杀，红尘炼心亦是无上大道。然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仙界，你若不找麻烦，麻烦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我们灵记铁匠铺因为打造的工具质量极好，而且价格公道，很快就在这条穷人街区打响了名气。方圆几里内的农户和散修都喜欢来我们这里购买农具和防身铁器，这自然引起了同行的嫉妒。在这条街的尽头，有一家名为万气阁的庞大店铺，那里的老板金富贵是一个大腹便便、极其贪婪的商人。这一天，我正在铁匠铺里给一位老农修补锄头，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紧接着几个神色嚣张的彪形大汉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谁是这家铺子的老板？给老子滚出来！领头的一个满脸横肉的独眼大汉一脚踹在一旁的一叠铁料里，语气极其不善。我眉头微皱，将手中的锄头放下，神色平静地看着他。在下便是，不知几位有何贵干？那独眼大汉冷笑一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哼，你懂不懂这天宫城的规矩？在这条街上做生意，必须得有我们万气阁的允许。你这临记铁匠铺开业至今，不仅没有去败坏我们金老板，还恶意压低铁器价格，抢了我们万气阁不少生意。今天，老子是来给你送规矩的。恶意压低价格，我淡然一笑。我的铁器皆是按正常市价售卖，何来压低价格一说？再者说，我开我的铁匠铺，为何要去败坏你们金老板？小子，嘴还挺硬。在这条穷人街，我们万气阁说的话就是王法。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兄弟们，给我砸！客气了，兄弟们，给我砸！把这破铺子给我拆了！说完，他身后的几个狗腿子冷笑一声，挽起袖子就准备动手。一旁正在算账的顾惜雪见状，气得俏脸煞白。你们这些坏蛋，不许砸我师尊的铺子！他有些气呼呼地拦在那些人面前。哟，还是个小美人呢。这小妞长得可真标致，不如跟了大爷我，也免得在这破铁匠铺里受苦。找死！一道冰冷的声音陡然在铁匠铺内响起，柳如烟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那独眼大汉的身后。他那双清冷的眸子中杀意犹如实质。独眼大汉只觉得背后一凉，本能地转过身去。然而还没等他看清柳如烟的动作，柳如烟已经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当一记清脆的剑鸣响彻整个铺子，柳如烟甚至没有拔剑出鞘，只是连同剑鞘化作一道残影，重重地抽在独眼大汉的脸颊上。啪！一声脆响，那独眼大汉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直接在原地转了3圈，然后像是一个破麻袋一般，狠狠地飞出了大门，重重地摔在街道中央。他的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馒头，嘴里的牙齿更是不知道崩飞了多少颗。大哥！那些原本想要砸铺子的狗腿子们看到这一幕，吓得腿肚子直转筋。这个平日里看起来文弱的白衣少女，怎么出手这么狠啊？而且她那一剑的速度快到他们根本连看都看不清。滚！柳如烟长剑斜指地面，清冷地吐出一个字。那些狗腿子哪里还敢停留，连滚带爬地跑到街道上，架起那个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的独眼大汉，落荒而逃。师尊，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我摇了摇头，笑着摸了拍他的脑袋。傻丫头，你做得很好。对于这些欺软怕硬的恶犬，打得痛了，他们才知道怕。不过我也知道，那金富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仅仅过了半个时辰，铁匠铺门外便再次聚集了一大群人，周围的街坊邻居们都围在远处，指指点点，眼中满是担忧。这临记铁匠铺的小掌柜，这回怕是要倒霉了。是啊，金老板那人极其心胸狭隘，这次连他手下的头号打手独眼龙都被打了，他肯定会找更厉害的高手过来。在众人的议论声中，一个身材矮胖、穿着极其华丽的胖子，在一群黑衣保镖的簇拥下，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正是万气阁的老板金富贵。而在金富贵的身边，还跟着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神色极其高傲的老者。那老者双手负在身后，胸前佩戴着一枚由天宫城颁发的4品炼器师徽章。金富贵走到铁匠铺门前，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独眼龙，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抬头看着我，冷笑：“小子，胆子不小啊！连我万气阁的人都敢打。今天你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让你这临济铁匠铺彻底在那天宫城消失！”我搬了一把主意，悠闲地坐在大门口，淡淡地看着他。金老板想要什么交代？金富贵冷哼一声：“这位乃是我们万气阁的首席炼器师，也是天宫城大名鼎鼎的4品炼器大师古铁大师。”小子，你不是仗着自己会点微末的打铁注意，就在这里目中无人吗？你若输了，不仅要把这家铺子无偿转让给我万气阁，还要把这2个小妞送给我当侍女。哼，你若赢了，我和万气阁的人以后见到你绕道走。天哪，竟然是古铁大师！那可是4品炼器师啊，能亲手打造出极品灵器的存在。柳如烟和叶青歌两女听到金富贵那下作的条件，美眸中顿时燃起了熊熊怒火。无耻之徒！叶青歌气得浑身有些发抖，我轻轻拍了拍叶青歌的手，示意他稍安勿躁。我缓缓站起身，看着一旁神色轻蔑的古铁大师。古铁大师，你也是这个意思？古铁大师自重身份，连正眼都懒得瞧我一眼。他冷哼一声，语气极其高傲：“年轻人，老夫本不愿自降身份，与你一个市井铁匠切磋，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冲撞了金老板。你若识相，现在就乖乖认输，哼，免得等会儿自取其辱。”我哈哈大笑。好一个4品炼器大师！好，这场比试我接下了。不过，既然是比试，那就总得有个题目。不知古铁大师想比什么？既然你是个铁匠，那我们也别整那些虚的，我们就以最普通的玄铁为原料，各自打造一件兵刃，谁打造的兵刃品质更高，谁便获胜，如何？好，一言为定。很快，在金富贵的安排下，铁匠铺门前的空地上就被搭建起2个简易的熔炉，2块重达100斤、一模一样的普通玄铁被分别放在2个炉子旁。周围聚集的观众越来越多，几乎将整条街都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看看这场实力悬殊的惊世对决究竟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比试正式开始，古铁大师冷哼一声，率先动手。他身形一震，一股汹涌的仙力瞬间注入炉火之中。原本普通的火焰，在他的仙力催动下，瞬间化作了耀眼的蓝色。那时他的本命真火蓝玉火。周围的炼器师们见状，纷纷发出一阵惊叹。古铁大师神色凝重，手法极其娴熟地将玄铁投入炉中，开始不断的熔炼。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极其优雅和标准，充满了大师的风范。反观我这边，却是平淡的让人想笑。我没有动用任何仙力，只是像往常一样，拿着一把普通的铁铲，慢悠悠地将几块红炭丢进炉子里，然后拉动风箱，让炉火慢吞吞地燃烧起来。那小子在干什么？他是在生火做饭吗？金富贵也是一脸得意，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跪地求饶，将店铺和2女拱手相让的画面。我没有理会周围的杂音，神色平静地看着炉火。青哥，为我吹奏一曲。是，师尊。叶青歌展颜一笑，宛如百花盛开。他取出白玉长笛，放在唇边，清脆悠扬的笛声在喧闹的街道上缓缓响起。笛声悠扬，如高山流水，又如春风拂面。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正在叫嚣的狗腿子，都在这一刻心境莫名的安静了下来。在这悠扬的笛声中，我体内的九幽天宫诀缓缓运转。我看着手中那块有些生锈的玄铁，在心中默念：燃烧10年寿命，熔于此铁。轰！一股常人看不见的金色本源顺着我的手掌悄无声息地没入了玄铁之中。原本粗糙的玄铁内部的杂质在这一瞬间开始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被净化。我提起我那柄跟随我多年的玄铁重锤，深吸一口气，当第一锤砸下，这一击的声音清脆而又空灵，竟然隐隐与叶青歌的笛声节拍完美契合。一圈肉眼可见的无形涟漪以铁针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去。古铁大师被这声巨响吓了一跳，手上的动作都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他有些惊骇地看了我一眼，总觉得我刚才那一锤似乎蕴含着某种极其玄奥的天地之理。不可能！这小子不过是个凡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气势？古铁大师咬了咬牙，强行收敛心神，开始全力熔炼他的玄铁。当当当，我一锤接着一锤的敲击着，在我的每一锤之下，玄铁都在急剧的缩小，质地变得越来越纯粹，表面的色泽也从原本的乌黑渐渐转变成了深邃的暗金色。顾惜雪在一旁看着，一双大眼睛里满是崇拜。师尊打铁的样子真的太帅了。半个时辰过去，古铁大师那边的玄铁已经被他锤炼成了一柄长剑的雏形。他低喝一声，双手快速结印，一道道玄奥的阵纹被他疯狂地
刻画在剑身上。给我！您！古铁大师一声怒喝，轰！长剑之上爆发出一道刺眼的蓝色光芒，一股极其强横的灵气威压从剑身上席卷开来。成了，极品灵气蓝月剑。啊！不愧是古铁大师啊！竟然在短短半个时辰内就打造出了一件极品灵气。哎呀，这灵气铁匠铺的小掌柜输定了！古铁大师擦了擦额头的细汗，有些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年轻人，老夫的蓝月剑已成，你的兵刃呢？可不要让老夫等太久。我微微一笑，手中重锤猛地砸下最后一下，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伴随着清脆的剑鸣声，瞬间将古铁大师的蓝月剑威压给彻底盖了过去。我将铁钳伸入水中，哧啦，一阵白色的水汽升腾而起。当我将兵刃从水中取出来时，全场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因为我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什么神兵利器，而是一把通体暗金、外表平平无奇的炉铲。炉铲！这小子折腾了半天，居然打出了一把炉铲！年轻人，你这是在消遣老夫吗？哼，拿一把炉铲来与老夫的极品灵剑比试，你莫不是疯了？古铁大师，兵刃好坏不在于外表，而在于使用。你若是不信，可敢让你的蓝月剑与我这炉铲硬碰一击？有何不敢？老夫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云泥之别。去！古铁大师屈指一弹，悬浮在半空中的蓝月剑化作一道蓝色流光，带着摧枯拉朽之势，朝着我手中的炉铲狠狠斩来。我站在原地，神色古井无波。我缓缓抬起右手，手中的炉铲没有动用任何仙力，只是迎着那蓝色长剑轻轻一挥，当一声极其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响起。下一刻，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瞪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古铁大师那柄快瞪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古铁大师那柄被寄予厚望、散发着万丈蓝光的极品灵剑蓝月剑，在与我的暗金炉铲接触的一瞬间，竟然没有泛起丝毫波澜，就像是纸糊的一般，寸寸碎裂，化作了漫天的蓝色碎屑，洒落了一地。而我的暗金炉铲依然完好无损，甚至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古铁大师因为本命法宝被毁，心神受创，体内的仙力一阵激荡，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踉跄着连退了10几步，最后有些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的蓝月剑乃是极品灵器，怎么可能被一把普通的炉铲砸碎？古铁大师状若疯狂，周围的观众们在这一刻也是集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把炉铲一击砸碎了极品灵剑，这简直颠覆了他们对炼器之道的所有认知。金富贵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整个人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呆立在原地。我手持暗金炉铲，缓缓走到金富贵的面前。金老板，看来这场比试是我赢了。不知你之前说的话可还算数？金富贵浑身一颤，看着我，眼中满是惊恐。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我可是万气阁的老板，你敢动我，在天宫城你绝对混不下去！我冷冷地看着他，随手一挥，呼，一股狂暴的气息从炉铲中吸出。滚吧！以后若是再让我看到你们万气阁的人靠近我的铁匠铺半步，这地上的碎剑就是你们的下场。金富贵哪里还敢多说半个字，在几个保镖的搀扶下，灰溜溜地逃回了街角。古铁大师也失魂落魄地爬了起来，他看着我，多谢掌柜手下留情，老夫甘拜下风。说完，他也灰溜溜地离开了。灵记铁匠铺彻底在穷人街，甚至大半个天宫城名声大噪。经此一役，我们的生意变得更加红火，每天求购铁器的人络绎不绝。我的寿命也在这清脆的打铁声中稳步地增长着，重新突破到了15万年的大关。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一晚，月明星稀，夜凉如水，我正在内屋闭目养神，突然，九幽兵组在我脑海中发出了一声极其凝重的警示：小子，有高手来了，至少是凝神境巅峰，甚至可能已经接触到了元婴境的门槛。我心中一惊，猛地睁开双眼，我翻身下床，悄无声息地走进了院子里。此时，柳如烟和叶青歌两女也已经有所警觉，来到了我的身后。师尊，有刺客。柳如烟低声说道，美眸中剑意隐现。我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我抬头看着屋顶，阁下深夜造访，不知有何贵干？哈哈哈哈！林凡掌柜果然好警觉。一声极其冰冷的笑声在夜空中响起，一个身穿黑袍、戴着夜鹰面具的男子从屋顶上缓缓飘落下来。他身上的气息极其阴森，犹如一只隐匿在黑暗中的毒蝎，让人不寒而栗。不仅如此，在铁匠铺的四周墙头上也悄无声息地出现了10几个黑衣人，每个人都手持法宝，将整个小院围得水泄不通。你们是谁？我看着领头的夜鹰男子，神色平静地开口：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出了一大笔仙石，要买你和这2个女娃的命。
金富贵派你们来的。将死之人何必知道那么多？给我上！一个不留，一个不留！夜鹰男子一挥手，下了杀令，十几名黑衣人冷哼一声，瞬间化作十几道黑色残影，朝着我们冲了过来。师尊，这些垃圾交给我们了。柳如烟娇喝一声，她与叶青歌对视一眼，两女十分默契的配合在一起。叶青歌将白玉长笛放在唇边，吹奏起一曲高昂狂暴的破阵乐，音律化作无形的气浪，瞬间将那些黑衣人的攻势给生生的阻了一阻。而在这天音的加持下，柳如烟手中的青帝造化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刺眼光芒，她身形如电，穿梭在黑衣人之中，每一次挥剑都有一名黑衣人的法宝被无情震碎，修为被狂暴的剑气强行震散，重重的摔落在地。一时间，整个小院里人影翻飞。在两女完美的配合下，那十几名实了强横的黑衣人竟然连他们的衣角都摸不到一片。夜鹰男子看着这一幕，面具下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两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竟然会如此难缠。该死，全是一群废物！还是老子亲自出手吧！夜鹰男子怒喝一声，浑身仙力如火山般爆发开来。他的一只右手在这一瞬间竟然诡异的膨胀了起来，化作了一只通体乌黑、长满倒刺的鹰爪。他身形如大雁展翅，带着凌厉到极点的撕裂之风，直奔正在吹笛的叶青歌而去。他看得出来，叶青歌是这个战阵的核心辅助。如烟，退下。这人不是你能对付的。我神色一冷，我一步迈出，瞬间挡在叶青歌的身前，看着那凌厉的一爪，我不退反进，同样是一拳轰出，九幽断体开。我在心中默念，燃烧50年的寿命融于这一拳之中。轰！一股狂暴到极点的力量，在我的拳头与对方的鹰爪接触的瞬间，轰然爆开，狂暴的气流瞬间将周围的虚空都震荡出了道道肉眼可见的涟漪。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在死寂的夜色中显得。骨头断裂的声音在死寂的夜色中显得极其刺耳。那夜鹰男子发出了一声极其凄惨的哀嚎，他那只引以为傲的法宝鹰爪，在我的这一拳之下，竟然被生生砸得寸寸折断，彻底废掉。他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墙壁上，将一堵石墙都砸得轰然倒塌。夜鹰男子瘫坐在废墟中，捂着折断的手臂，满眼惊恐地看着我。那一拳没有任何仙力波动，但蕴含的纯粹肉身力量却让他感到一种面对万古巨兽般的无力。在这一瞬间，他身上的一块黑色令牌因为撞击不小心从怀中掉了出来，落在了月光下。那令牌通体由不知名的黑色骨头打造，正面雕刻着一朵极其诡异的金色昙花。叶青歌看到那块令牌，原本因为战斗而有些红润的俏脸，在这一瞬间变得煞白如纸。他娇躯剧烈的颤抖着，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块令牌，眼眶中瞬间蓄满了泪水。这是永生会的追魂令！永生会，永生会，师尊，就是这个图案。当年覆灭我家族的那个金面人，身上就佩戴着一模一样的令牌。他们为了夺取我家族的生命灵髓，将我所有的族人都折磨至元神溃散。他们就是一群灭绝人性的恶魔。叶青歌的情绪彻底失控，有些支撑不住的跪倒在地上，捂着脸痛哭失声。多年的委屈与仇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顾惜雪连忙跑过去，将叶青歌紧紧抱住，小声的安慰着，自己的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我看着痛苦万分的叶青歌，再看着那个挣扎着想要逃跑的夜鹰男子，眼中的冷芒在这一刻彻底凝结成了实质。想要走，问过我了吗？我屈指一弹，燃烧10年的寿命，时间泥潭定。那夜鹰男子惊恐的现，自己周围的空间在这一瞬间变得极其粘稠。自己就像是被封印在琥珀中的虫子一般，连动弹一根手指都变得异常艰难。我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那面具下因为惊恐而有些变形的眼睛，告诉我，你们永生会的总部突在哪儿？你们收集这么多人的兽乳和生命灵碎，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竟然知道永生会！小子，你死定了！神使大人的计划，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纵然实力通天，在神使大人的眼里，也不过是一只比较强壮的蝼蚁罢了。神使大人会把你们所有人都炼制成最完美的长生之人。说完，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竟然企图自爆元神。我冷哼一声，在九幽天公诀的控制下，一道尖锐的仙力瞬间刺入了他的丹田，将他的本源完全封锁，让他连自爆都成了奢望。不过，还没等我继续拷问，夜鹰男子眉心深处的那个金色昙花印记突然诡异的亮了起来，紧接着他的神魂开始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融化，化作了漫天的星光，消散在天地之间。这是神魂禁制，一旦泄露秘密，就会自动销毁神魂。看来这永生会背后的势力极其庞大，且形势极其狠辣。我转过身，走到叶青歌的面前，缓缓蹲下身子，看着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弟子，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我伸出右手，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泪水。青歌，莫哭，为师向你保证，终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亲自踏平这永生会。
让他们为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叶青哥抬起头，看着我那深邃而又充满无尽力量的眼神，感受着我手掌传来的温度。他那颗因为仇恨而有些冰冷的心，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安定。他抽泣着点了点头，弟子相信师尊。一旁的柳如烟也握紧了手中的青帝造化剑，神色冷若冰霜。如烟愿为师尊和师妹斩尽世间一切仇敌。好了，今晚的事情也算是一个警醒。这天宫城怕是也快不太平了，我们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做好万全的准备。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闭门谢客，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的打铁积累寿命外，我开始全力指导3个弟子修行。柳如烟修行九幽寂灭剑，在我的寿命灵火淬炼下，她对青帝造化剑的掌控越来越熟练，已经能够做到剑气内敛、含而不放的至高境界。顾惜雪则是跟着我学习更高级的九幽天宫神文。这丫头虽然在其他方面笨手笨脚，但在绘制神文方面却有着一种近乎直觉般的天赋。短短几天，她就已经能够在一些普通的铁器上刻画出足以抵挡凝神境修士全力一击的防御阵纹。而叶青哥在解开了部分心结后，修行速度更是惊人。他将九幽断体诀与他家族的音律功法完美契合，吹奏出来的笛声已经隐隐带有了一丝可以干扰和控制灵气流动的法则之意。在他的笛声辅助下，我铁匠铺里的熔炉已经能够做到将精铁的杂质100%地剔除。而我在这段充实的日子，体内的寿命已经积累到了惊人的18万年之多。九幽冰祖的实力也在这浓郁寿命的滋养下恢复到了4成。他传授给我了一招更高级的九幽秘术——九幽铸神印。这是一招能够将寿命直接转化为实质性防御和攻击护罩的无上神通。只要我愿意防御和攻击护罩的无上神通，只要我愿意消耗足够的寿命，甚至能在短时间内凝聚出一尊足以媲美元婴境强者的九幽铸神法相。这一天，天宫城的大街小巷上突然贴满了无数张金灿灿的告示，整个城池在一瞬间再次沸腾了起来。天宫炼器大会3日后正式召开，凡是能在大赛中夺魁的炼器师，不仅能获得一枚珍贵无比的5品炼器宗师徽章，还能得到一件由天宫城主亲自赐予的传自上古的炼器奇珍——万劫不坏火种。我看着告示上的内容，眼神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万劫不坏火种，小子，这可是好东西啊！你体内的九幽天宫诀正缺一种绝世火种来完成最后的蜕变。只要得到了这万劫不败火种，你的本源寿命熔炉就能彻底进化。那时候你打铁增加的寿命可就不止3天了，甚至可能是1天、10天，甚至可能是1天、10天，乃至1年。而且你那口太荒清元鼎也需要这种级别的火焰才能彻底将其修复，展现出上古神器的真正威力。我深吸一口气，心中大定。看来这天宫炼器大会，我是必须走一趟了。不仅是为了这万劫不坏火种，更因为根据九幽冰祖的感应，永生会的那些家伙似乎也对这次炼器大会虎视眈眈。他们似乎在密谋着什么，想要在大赛期间将天宫城的所有高级炼器师一网打尽，抽取他们的生命元能。我看着窗外那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又自信的笑容。去，为什么不去？这一次不仅是炼器大会，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距离炼器大会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我必须在这3天内将我们灵记铁匠铺的防御提升到极致。因为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天宫城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汹涌，仿佛一头张开巨口的猛兽正等待着黑夜的降临。我回到后院的铸造房，看着炉火中不断跳跃的赤色火焰，对身边的顾惜雪说道：雪儿，将这几天收集的寒铁砂全部倒入炉中，为师要亲自重铸大门的大阵基石。顾惜雪听话地点了点头，一双手捧着沉甸甸的寒铁砂，小心翼翼地放入炉膛。一旁的叶青哥则是抱起一尊古琴，青丝垂落在肩头，眼神中带着几分决然。师尊，青哥为您助阵。琴音缓缓响起，如流水拂过山石。原本狂暴的炉火，在琴音的安抚下，竟然变得温顺无比。我抓起那柄玄铁重锤，浑身仙力与寿元本源微微共舞，心中默念：燃烧5年寿元，融入锤锋。当重重的一锤落下，金色的火星在黑夜中四溅，每一次敲击都伴随着寿元的消耗，但换来的是那块寒铁砂中杂质被迅速剔除，化作了一块通体散发着淡蓝色幽光的阵法核心。小子，你这手融寿元与铁器的手法真是越来越熟练了。只要配上这丫头琴音阵法，就算是凝神境大圆满的强者前来，也休想在半个时辰内攻破你的铁匠铺。我微微一笑，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我心中却无比踏实。活得久，不代表要等死。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唯有将底牌做足，才能保得万代平安。就在我们师徒3人在后院忙碌的时候，柳如烟急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她的剑鞘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寒霜。师尊，外面出事了！万气阁的金富贵带着一个身穿红袍的年轻男子，正在街口大肆收买人心。那年轻男子据说是城中第1炼器世家欧阳家的少主欧阳狂，他扬言要在炼器大会上
让我们灵迹铁匠物彻底沦为笑柄。欧阳狂，我喃喃自语，将手中的重锤缓缓放下。欧阳家在天宫城树大根深，实力不可恃强。这欧阳狂既然是少主，想必也是有些真本事。不过，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招惹我。如烟，不必理会他们。我们的目标是万劫不坏火种。至于其他的跳梁小丑，若他们敢在比试中伸手，我不介意给他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3天时间转瞬即逝，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宫城那宏伟的青铜城墙时，整座城池彻底沸腾了。无数的散修、炼器师以及各大宗门的使者纷纷朝着城中心的九泉广场涌去。那广场巨大无比，中央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上百尊巨大的炼器炉鼎，散发着各色灵光，好不壮观。我带着顾惜雪、柳如烟以及叶青歌低调地混在人群中走进了广场。叶青歌戴着一顶轻纱斗笠，遮住了那张清丽脱俗的脸庞，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高雅气质依然引来了不少年轻修士的侧目。哟，这不是那家临济铁匠士铺的小掌柜吗？居然还真敢来参加大会！一声讥讽的冷笑突然从不远处传来，我转过头，只见金富贵正摇着一把金丝折扇，满脸得意地看着我，而他身边站着一个神色高傲、身穿一件绣着火焰图腾红袍的年轻男子。那男子一双桃花眼中满是不屑与轻蔑，想必此人就是欧阳狂了。欧阳狂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在看到我身后那柄外表平平无奇的暗金炉铲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金老板，你之前说就是这个凡人铁匠，哼，用一把破铲子，砸碎了古铁那废物的极品并剑。看来古铁那家伙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哼，连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市井卢曼都能将他吓破胆。欧阳少主所言极是，这小子不过是运气好，懂得一些歪门邪道罢了。今天在欧阳少主的绝对实力面前，他必定会现出原形。金富贵在一旁极力奉承，一双小眼睛里满是阴毒的光芒。我神色平淡，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反倒是柳如烟上前一步，手中的青帝造化剑微微一颤，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狂妄之徒，也便对我师尊评头论足。好个标致的剑修丫头，只惜跟错了师尊。今天过后，本少主便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炼气天骄。一声清脆的钟鸣声在广场上空轰然响起，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之声。天宫城主，一位身穿青铜铠甲、威严无比的中年男子，缓缓落在广场中央的观礼台上。他扫视了全场一眼，声音如洪钟大吕，震荡在每个人的耳畔。天宫城炼器大会正式开始，第一轮纯质熔炼，各参赛者需在半个时辰内将案台上的玄冰陨铁熔炼至纯度最高状态，纯度达90%以上者方可晋级。话音落下，百名参赛者纷纷动了起来。一时间，广场上五彩光芒交织，各种颜色的本命真火纷纷亮起，令人目不暇接。欧阳狂傲然一笑，双手猛地一拍炉鼎，呼！一团赤红色的火焰瞬间从他的掌心喷涌而出，化作一只飞舞的火雀，将玄冰陨铁包裹其中。那是欧阳家的传承灵火赤雀炎，不愧是欧阳家的天骄，一出手便是这等天地灵火。看来这第一轮的第一名非欧阳狂莫属了。我收回目光，看着自己案台上的那一块寒气逼人的玄冰陨铁，这铁极难熔炼，普通火焰根本无法将其融化，更别说剔除杂质了。我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九幽冰祖，帮我打一下掩护。冰祖的虚影在我体内微微一颤，一道淡淡的灰色结界瞬间将我所在的案台笼罩。在外界看来，我的炉鼎里燃起的只是最普通的红炭火，根本没有异样。然而在结界内部，我屈指一弹，燃烧10年寿元生命灵火起，轰！一缕金黄色的火焰瞬间在我的熔炉中燃起，那温度极高，甚至连周围的空间都隐隐出现了几分扭曲。我抓起玄冰陨铁，直接丢入炉中，在生命灵火的灼烧下，原本坚不可摧的玄冰陨铁竟然在眨眼间开始像积雪般融化，其中的黑色杂质在金色火焰中直接化作了青烟，消散无形。我神色平静，一下又一下地拉动着风箱，动作沉稳而有节奏。叶青哥在一旁虽然不能直接帮忙，但他口中轻声哼唱着某种奇妙的音律，让我的心神一直保持在最巅峰的状态。半个时辰很快过去，当钟鸣声再次响起，时间到，所有参赛者停手，接受检测。天宫城的几位德高望重的白发长老开始逐一检查各参赛者熔炼出来的铁液。玄玉宗外门首席弟子纯度80%晋级，散修无名氏纯度82%晋级。当长老们来到欧阳狂面前时，看着他炉鼎中那一团几乎接近透明的蓝色液体，脸上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纯度93%，这简直是完美的玄冰陨铁！欧阳狂傲然挺立，斜眼看着我，满脸的得意。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实力。你那破铜烂铁
怕是连融化都做不到吧？然而，当几位长老来到我的案台前时，看着我炉鼎里那一团通体散发着耀眼金光，宛如黄金浇铸一般的液体时，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这是纯度9×9，而且这铁液中竟然蕴含着一丝精纯的生命力，这怎么可能？一位白发长老忍不住惊呼出声，声音有些发颤，整个广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9×9的纯度，这已经超越了灵气的范畴，近乎于仙品的配料了。欧阳狂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这不可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这不可能！他一定作弊了！他一个世级铁匠，怎么可能熔炼出9×9的纯度？欧阳少主，事实摆在眼前，你若是不服，大可自己来验一验。欧阳狂咬牙切齿，却根本无话可说。检测的长老们在反复确认无误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临济铁匠铺林凡，纯度9×9，第一轮第1名晋级。师尊最棒了，我就知道师尊最厉害。柳如烟和叶青歌也是相视一笑，美眸中满是崇拜与自豪。我笑了笑，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这只是第一步罢了。接下来的第2轮才是真正的考验。第1轮结束，100名参赛者中只有30人成功晋级，其余人皆被淘汰出局。金富贵看着我的眼神变得越发忌惮与阴冷，他悄悄走到欧阳狂身边，低声说了些什么。欧阳狂听后，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的光芒。林凡，你别得意的太早，第2轮，老子让你彻底翻不了身。第2轮的比试题目是神文篆刻，各参赛者需在自己熔炼的铁液中注入灵力，并当场篆刻出道防御或者攻击的神文，最终以神文的等阶和完整度来评定胜负。比试开始前，欧阳狂突然走到我身边，有些挑衅地看着我。哼，林凡，听闻你那2个女徒弟天资极高，一个懂音略，一个会阵法，不知这一次你敢不敢让你的徒弟代替你来篆刻这神文？你若是不敢，便承认自己是个缩头乌龟。我看着他那不怀好意的笑容，心中顿时明白了他的算计。这欧阳狂显然是看出了我在炼器手法上的不稳，担心自己再次落败，所以才想出这个阴招，企图通过激将法让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顾惜雪或者叶青歌上场，从而在比试中做手脚伤害他们。一旁的柳如烟美眸一寒，长剑便要出鞘。师尊，让我来好好教训他。我抬手拦下了柳如烟，看着欧阳狂，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好啊，既然欧阳少主有如此雅兴，那这一轮，我便让我这不成器的小徒弟雪儿替我出战。什么？师尊，你要让我上场？顾惜雪有些慌乱地指着自己，一张俏脸上写满了紧张。我摸了拍她的脑袋，柔声说道：“雪儿莫怕，为师平时教你的那些东西，你早已烂熟于心。今天，只需像平时在铁匠铺里一样，安安静静地画上一笔便可。”顾惜雪看着我那充满鼓励和信任的眼神，原本紧张的心情竟然神奇地平静了下来。好，雪儿听师尊的，绝对不给肾丢脸。看到顾惜雪真的走上台，欧阳狂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冷笑，他朝着一旁的一名手下使了个眼色，那手下会意，悄悄从怀中取出了一枚散发着黝黑光芒的黑色玉佩，那玉佩上刻满了一种极其阴毒的扰灵纹，专门用来在他人篆刻神文时干扰灵气波动，轻则神文崩毁，重则灵力反噬，伤及心神。比试开始，欧阳狂亲自上场，他神色凝重，双手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赤红色的光芒，赤雀神文。凝，一道散发着炽热却隐的神纹缓缓融入了他眼前的铁液之中，散发出极强攻击威压。而顾惜雪则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案台前，一双小手握着一柄纤细的刻刀，有些一笔一画的在暗金色液体上滑动。他的动作极慢，但每一笔都显得极其自然，仿佛与天地间的某种韵律契合在一起。就在顾惜雪的刻画进行到一半时，欧阳狂的那名手下悄悄催动了怀中的扰灵玉佩，嗡，一股无形的黑色灵力波动，犹如水波一般，悄悄朝着顾惜雪的案台蔓延过去。正在吹笛助兴的叶青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异样的波动，他笛音一转，瞬间变得高亢急促，化作一道无形的音波屏障，死死地将那股黑色灵力挡在了3尺之外。欧阳家的人手段真是不堪。叶青歌清冷的声音在笛音中隐隐传开，我冷哼一声，身形未动，但我的神识却早已锁定了那名捣鬼的修士。燃烧50年寿元，借力打力，凝。我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金色火芒，那股被叶青歌挡下的黑色灵力，在我的寿元本源操控下，竟然在空中猛地一个转弯，不仅没有消散，反而以快了10倍的速度，狠狠地反噬回了那名催动玉佩的修士体内。
噗！那名修士脸色瞬间惨白，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软绵绵的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而他怀中的扰灵玉佩也碎成了漫天粉末。怎么回事？欧阳狂一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就在此时，顾惜雪的纂刻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轻吐出一口气，手中的刻刀在铁叶中心轻轻一点，九幽天宫，玄武御天，凝，轰！一道耀眼的金色光华猛地从顾惜雪的案台上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化作了一尊若隐若现的金色玄武虚影，神圣而又庄严的威压瞬间弥漫了整个广场。天哪，那是防御神纹玄武御天，这可是五品正文呐！这小姑娘才多大？竟然能独自篆刻出这等神文！哈哈哈哈！天才，真是绝世天骄啊！我天宫城竟然出了如此奇才！师尊，雪儿做到了。我微笑着点了点头。雪儿真棒，没给师尊丢脸。而欧阳狂则是呆立在原地，看着自己那引以为傲的赤血神纹，在玄武虚影的威压下，竟然在寸寸开裂，最后砰的一声，化作了漫天的赤红火星，消散在空气中。他的神纹竟然被硬生生震碎了。第二轮比试结果毫无悬念，灵迹铁匠扑顾惜雪第1名晋级决赛。而欧阳狂虽然勉强晋级，但他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死死地盯着我，眼中的仇恨与杀意几乎要凝结成实质。林凡，这是你逼我的！决赛，我会让你和你的徒弟们全部都无法活着离开这里。我淡淡的看着他，不急不缓的收回目光，跳梁小丑，何足挂齿。接下来就是天宫炼器大会的决赛了，而我也将迎来真正的万劫不坏火种，以及那隐藏在黑暗深处的永生会阴谋。决赛的题目极其简单，也极其残酷：自由炼器，不限材料，不限时间，以最终打造出来的兵刃等阶高低来定夺唯一的魁首。这一天，九玄广场上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整个天空都被一层厚厚的阴云所笼罩，沉甸甸的压在众人的头顶。高台上的天宫城主神色凝重的取出了一个通体由紫金打造、刻满复杂封印神纹的宝盒。那宝盒打开的一瞬间，一缕通体呈暗金色，有些没有丝毫温度，却让周围空间都有些扭曲的火苗缓缓升腾而起。这便是万劫不坏火种，它不仅是炼器的至宝，更有着淬炼修士神魂、长生驻颜的逆天功效。看着那火种，所有参赛者的眼中都露出了近乎疯狂的贪婪之色。小子，就是这个火种，只要得到它，我便能利用它重新凝聚肉身，而你的生命本源也将彻底完成蜕变。我微笑着点头，放心吧，并佐，这火种今天谁也抢不走。比试开始，欧阳狂率先发难，从怀中取出了一个有些散发着无尽怨气与阴森气息的黑色骨瓶。林凡，今天本少主便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手匠手段。欧阳狂神色有些狰狞，他猛地拔开瓶塞，只见一股浓郁的暗红色雾气从瓶中喷涌而出，伴随着隐隐的哀嚎声。那是他欧阳家100年来搜集的无数怨气与阴灵，他竟然要用这些怨灵来血炼神兵。周围的不少正道修士见状，纷纷露出了不忿之色，但碍于欧阳家的庞大势力，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欧阳狂将所有的怨气注入他的赤血岩中，火焰瞬间转变成了极其诡异的暗红色。他开始将各种稀世奇珍投入炉中，动作疯狂而又熟练。我看着他手中的黑色骨瓶，眉头微皱。叶青哥走到我身边，指着那骨瓶，一双白皙的小手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师尊，就是那个气息，和灭我叶家的金面人身上的怨气一模一样。欧阳家果然和永生会有勾结。青哥莫慌，既然他们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那今天为师就一并清理了他们。我走到自己的熔炉前，没有去理会欧阳狂的挑衅。我缓缓合上双眼，将自己的心神彻底沉浸在体内的九幽天宫诀之中。我手里只有一些普通的玄铁和寒铁，在外人看来，这些材料根本无法与欧阳狂的稀世奇珍相比。但在我的生命灵火面前，就算是普通的顽石，也能化作9天神兵。我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燃烧1000年寿元，融入生命灵火，给我起！轰！一声沉闷的巨响在我体内的丹田处炸响，紧接着，一团通体呈纯金色，仿佛烈日一般耀眼的火焰，瞬间从我的熔炉中喷涌而出，将整座广场都照耀得纤毫毕现。那刺眼的光芒，让原本阴沉的天空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撕裂开来。九幽铸神液，九幽寂灭剑，重铸！我提起那柄仿佛有些轻若无物的玄铁重锤，浑身衣衫无风自鼓，一头黑发在金色的火焰中狂乱的舞动。我一步跨出，落下第一锤，当声音清脆悠扬，犹如9天之上的神明在敲击天钟。在这一锤之下，那块普通的玄铁在金色火焰中，竟然在瞬间化作了一柄通体散发着耀眼金光，有些长约3尺，没有丝毫杂质的长剑胎体。而在这剑胎凝聚的一瞬间，叶青哥的白玉长笛再次响彻天地，笛声高亢清丽，犹如百鸟朝凤，将无数的天地灵气疯狂地朝着长剑汇聚过去。柳如烟则是闭目冥想，将自己的无垢剑意化作一缕缕碧绿色的游丝，也顺着笛声融入了长剑之中。我们师徒4人在这一刻
气机相连，心意相通。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那柄原本普通的铁剑，表面的色泽开始不断的蜕变，白、青、蓝、紫、金，每一次蜕变都会在长剑周围引发一阵阵极其微弱的虚空波动。天才！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炼气之巅啊！高台上的天宫城主已经有些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的双手死死地扣着青铜扶手，眼中满是对我的崇敬与敬畏。而另一边，欧阳狂的炼气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他面色狰狞，双手疯狂地结着各种黑色的手印，万魔气血，怨灵炼冰，给我成！轰！一柄散发着滔天邪气，通体呈暗红色的重剑，猛地从他的颅顶中飞射而出，盘旋在半空中，散发出极其恐怖的阴森波动。成了，极品灵宝，怨血剑！欧阳狂狂笑不止，他死死地盯着我。小子，我的怨念之剑已成破铜烂铁了，哼！拿出来受死吧！我缓缓睁开双眼，看着虚空中那柄散发着恶臭怨气的重剑，眼中满是厌恶与不屑。邪门歪道也敢称神兵？我深吸一口气，举起重锤，落下最后一下。当金色的剑鸣声伴随着9天之上的隐隐雷霆，在这一瞬间响彻了整个天宫城。只见我手中的那柄金色长剑，在淬火的一瞬间爆发出万道神圣的金光，将天空中的阴云彻底驱散。一尊若隐若现的九幽诸神法相在长剑后方一闪而逝，那时超越了极品灵宝，甚至隐隐触及到了仙气门槛。至尊神兵九幽清风剑，去！我随手一挥，金色长剑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直奔虚空中的暗红重剑而去。不自量力，欧阳狂冷哼一声，催动怨血剑迎了上去。然而，两剑在空中接触的一瞬间，并没有发生想象中惊天动地的碰撞。我的九幽清风剑上散发出的神圣金光，在接触到那些暗红怨气的一瞬间，就像是春雪遇到了烈日一般，将所有的怨气瞬间净化消散。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欧阳狂那柄引以为傲的极品灵宝怨血剑，竟然在金色长剑的威压下寸寸断裂，最后化作了一堆暗红色的废铁，洒落了一地。噗！法宝被毁，欧阳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反噬，他一口本源仙气喷出，整个人委顿在地上，面色惨白如纸。他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碎铁。不，这不可能！我欧阳家的百年底蕴怎么会输给你这个凡人铁匠？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呆立在原地，用一种近乎看神明一般的眼神看着站在金色光芒中的我。赢了！那小铁匠林凡竟然真的赢了欧阳狂，而且是以如此摧枯拉朽、毫无争议的姿态，将欧阳家的百年底蕴彻底击碎。天宫城主深吸一口气，缓缓走下看台，将那个装有万劫不坏火种的紫金宝盒双手递到我的面前。林凡掌柜，你的炼气造诣，老夫生平仅见。这万劫不坏火种，实至名归。多谢城主。我微微一笑，接过宝盒，将火种收好，和徒弟们踏上了新的旅途。我们驾驭着清风，朝着那遥远的神兵阁一路前行。一路上，巍峨的群山在我们脚下缓缓倒退，金色的阳光洒落在绿叶之上，泛起粼粼的波光，将先前的阴霾尽数吹散。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并未张扬，只是如同一同游历山水的普通行者。每逢夜幕降临，我便会寻一处清幽的山谷安营扎寨。师尊，柴火已经添好了，温度刚刚合适。顾惜雪坐在一块平整的青石上，两只手托着下巴，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脸颊被红彤彤的炉火映照得颇为可爱。我微微一笑，伸手将一尊便携的金铜小炉放在地上。这尊小炉虽然体积不大，但内部却被我用神纹纂刻了数十重乾坤阵法，足以容纳极高的温度。一旁的叶青哥轻轻弹奏，将那张古朴的交尾琴横在膝头，随着他纤细的指尖在琴弦上缓缓拨动，一曲空灵的音律随风扩散。原本有些许燥热的炉火，在琴音的安抚下，竟然变得无比温顺。火苗温和地包裹着炉中的玄铁。柳如烟则站立在不远处的桃树下，手握青帝造化剑，随着琴音的节奏，一遍又一步地演练着九幽寂灭剑法。剑气如同一缕缕碧绿的丝线，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将方圆100丈全部笼罩。看着这一幕，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久违的宁静。这才是我一直向往的修行生活，没有无休止的杀戮与算计，只有师徒4人，一炉一琴一剑，在红尘中静静体悟天道。我拿起那柄跟随我多年的玄铁重锤，看着炉中那块已经烧得通红的普通铁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今我体内的寿命多达13万年，而融合了万劫不坏火种后，每一次打铁所能增长的寿命已经提升到了整整10天。当我落下第一锤，清脆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与叶青歌的琴音完美的契合在一起。金色的本源力量顺着我的手臂，悄无声息地灌注进铁料之中，寿命增加10天。脑海中那道熟悉的玄妙提示音再度响起，我心中颇感快慰，手中的重锤挥舞得越发有节奏。当当当，清脆的叮当声连绵不绝。在我的不断敲击下，那块原本粗糙的铁料开始急速的缩小，提纯，表面的乌黑之色褪去。师尊打铁的姿势，每一次看都觉得蕴含着无穷的奥妙，仿佛天地万物都在随着师尊的铁锤在律动。
叶青哥也是微微一笑，指尖的琴音越发悠扬。师尊的炼气之道早已超越了形骸的束缚，这是真正的大道至简。我收起重锤，将那块已经彻底蜕变成暗金剑胚的铁料放入冷水中。哧啦，一阵纯白色的水汽升腾而起，化作了漫天的瑞彩，消散在空气中。寿命增加500天。仅仅是一会儿的敲击，我的寿命便再次稳步提升。这种慢慢发育、掌控一切的感觉，让我感到无比的踏实。然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仙界，即便我们无意与人争斗，麻烦也总会不期而遇。就在我们准备收起工具，继续赶路的时候，山谷的入口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嘈杂的喧闹声。紧接着，十几名身穿火焰图腾长袍的年轻修士，骑乘着一头头散发着炽热气息的灵兽，强行闯入了这片宁静的山谷。领头的一名青年，身穿一件极为华丽的暗红锦袍，神色高傲，眼神中满是目中无人的骄傲之色。此人乃是附近第一大宗门飞火谷的少主，名为杨天烈。杨天烈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们。少主，您瞧，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竟然能遇到如此绝色的3位贵人，真是少主您的鸿福啊！喂，那个铁匠，这3个女子是你的什么人？本少主今天心情好，这里有1万颗中品仙石，将他们留下，你便可以滚了。说完，他随手一挥，一袋仙石叮叮当当落在了我的脚边，态度极其傲慢。一旁的柳如烟美眸一寒，玉手已经按在了青帝造化剑的剑柄之上，浑身散发出一股冷若冰霜的杀意。狂妄之徒，敢对师尊不敬，找死！我微微抬手，制止了柳如烟的动作。我看着杨天烈，神色依旧古井无波。这位公子，仙石虽好，但我的弟子并非货物，还请阁下自重，速速离去，莫要自误。杨天烈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肆无忌惮地嘲笑起来。自误？你一个浑身没有丝毫仙力波动的市井铁匠，也敢在本少主面前谈自误？在这方圆千里之内，我飞火谷说的话就是规矩。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休怪本少主强抢了。来人，至于这3个碍眼的铁匠，打断他的4肢，扔到后山喂狼。随着杨天烈的一声令下，他身后的几名飞火谷弟子冷笑一声，纷纷催动体内的仙力，手持各种法宝，气势汹汹地朝着我们冲了过来。我叹了一口气，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名门天骄总是如此的不长眼，偏要往铁板上撞？如烟，青哥，下手轻些，平添了污浊之气。弟子领命。柳如烟清冷的回应，一旁的叶青哥将古琴横在胸前，玉手在琴弦上猛地一拨，破阵去咚一声极其沉闷、有些高亢的琴音，化作了一道无形的音波巨浪，瞬间将方圆100丈的灵气全部抽干。那几名冲在最前方的飞火谷弟子，只觉得胸口如遭重击，体内的仙力在瞬间涣散，连同他们坐下的灵兽一起，狼狈不堪的倒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什么？杨天烈一惊，完全没想到这个抚琴的温婉女子，竟然有如此恐怖的音律造诣。一起上！杨天烈怒喝一声，他双手快速结印，一团炽热的烈焰在他掌心疯狂地凝聚，化作了一只高约数丈的火焰巨掌，带着开山裂石之势，朝着叶青哥狠狠拍来。柳如烟身形微动，瞬间化作了一道碧绿色的流光，挡在了叶青哥的身前。他手中的青帝造化剑甚至没有拔剑出鞘，只是连同剑鞘一起，在半空中轻轻一划。这一划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缕碧绿色的剑气，如同清风拂面一般，与那火焰巨掌在空中相遇。轰！那威势惊人的火焰巨掌在接触到碧绿剑气的一瞬间，竟然像是积雪遇到了烈日，无声无息地消融了开来，消散于天地之间。而柳如烟的身形未停，瞬间出现在了杨天烈的面前，剑鞘在虚空中带起一道残影，重重地抽在了他的胸口之上。砰！杨天烈整个人直接从赤焰狂狮的背上飞了出去，在空中转了几个圈，狼狈地摔在一处灌木丛中，华丽的红袍被撕裂得破破烂烂，满头的乱发沾满了泥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杨天烈挣扎着爬起来，满眼都是惊恐与难以置信。他好歹也是凝神境初期的修士，在这个白衣少女面前，竟然连一招都走不过去。那些原本嚣张无比的飞火谷狗腿子，此时也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纷纷护在杨天烈身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我端起一杯刚刚泡好的清茶，轻轻抿了一口，神色依旧从容。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说话了。杨天烈咬牙切齿，虽然心中万分惊恐，但骨子里的骄傲还是让他不愿低头。你们给我等着！我父亲乃是飞火谷的谷主，元婴境初期的绝世强者，你们敢打伤我，飞火谷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听到这里，我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淡淡的金色光芒。元婴境初期吗？确实有些许实力，但在我的眼里，
依然不过如此。我缓缓站起身，右手随手在虚空中一点，九幽天宫缩地成寸。嗡！我的身形在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杨天烈的面前。两人的距离不过1尺，杨天烈甚至没有看清我是如何移动的，他只觉得一股排山倒海、宛如太古神山一般的恐怖威压，瞬间压在了他的肩膀之上。那股威压沉重、古老，没有丝毫的波动，却让他体内的仙力在瞬间停滞，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元婴境很强吗？我看着他，声音平静的没有丝毫的胆气。回去告诉你父亲，若想报仇，随时来天宫城寻我林凡。不过，在那之前，你得为你的无礼付出一些微小的代价。我屈指一弹，一缕极细的金黄色寿命灵瞬间没入了杨天烈的气海之中。这缕火焰不会伤害他的肉身，但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不断的提纯净化他体内那些杂乱的虚火，让他每夜都承受如烈火烤制，却又无法阻挡痛苦，直到他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反省。滚吧！我转过身，倒背着双手走回了小炉旁。杨天烈如蒙大赦，哪里还敢多说半个字，连滚带爬的带着那一群有些残兵败将，慌不择路的逃出了山谷。师尊，您刚才那一手真是太帅了！顾惜雪围在我的身边，那个杨天烈刚才吓得脸都白了，真是解气。多谢师尊，若不是师尊，青哥今日怕是又要连累大家了。傻丫头，你是我的弟子，护你周全本就是为师的职责。而且你今日的琴音配合得极好，看来九幽天宫诀的第2层你已经彻底领悟了。弟子愚钝，多亏了师尊每日的悉心指导。休整完毕后，我们再次出发。经过这一场小小的风波，旅途反而变得更加融洽。2日后，一座由无数悬浮在火红岩浆上的青铜岛屿交织而成的庞大宗门，终于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便是仙界威名赫赫的炼器圣地神兵阁。神兵阁的入口处是一座巨大的青铜拱门，门下站立着2排身穿青铜重铠、太阳穴高高鼓起的守卫，个个太阳穴饱满，显然实力不俗。我走上前去，将天宫城主林啸天给我的那一封紫金色信件递给了负责接待的外门弟子。劳烦通报一声，天宫城林凡前来求见贵阁主。那接待弟子接过信件，原本有些漫不经心的神色，在看到信封上那代表着林啸天身份的特有印记时，顿时一惊。他不敢怠慢，恭敬地行了一礼。几位请稍等，小人这便去通报长老。片刻之后，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从青铜门内传来，只见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神色颇为傲慢的中年男子，在一群弟子的簇拥下，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此人名为元火长老，是神兵阁专门负责外门事务的一位实权长老。他接过那封紫金信件，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随手便将信件塞入了自己的袖袍之中。他抬起头，一双有些阴鸷的小眼睛在我们4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当他发现我浑身没有丝毫仙力波动，宛如一个凡间铁匠时，眉头顿时深深地皱了起来。你就是林凡？元火长老的声音颇为尖锐，语气中带着一抹不加掩饰的轻蔑。林啸天那老家伙是不是糊涂了？我神兵阁乃是何等神圣之地，他竟然推荐一个浑身没有丝毫修为的市井铁匠前来求见阁主，真是胡闹！喂，老头，你怎么说话呢？我师尊的炼器造诣，连天宫城主都赞不绝口。你居然敢说他是市井铁匠！元火长老冷哼一声，眼神在顾惜雪等3女身上来回扫视。当他看到3女那惊世骇俗的绝美容颜时，眼底深处不可避免地闪过了一丝浓浓的贪婪与惊艳。哼，黄毛丫头也敢在我神兵阁大呼小叫！我神兵阁的规矩概不接纳无用之人。你这铁匠想要进去，倒也不是不行。不过我神兵阁从来不养闲人。你若是想留下来，便得和我的真传弟子比试一场。你若是赢了，我便带你去见阁主；你若是输了……说到这里，他指了指顾惜雪等3女，嘴角勾起一抹有些贪婪的邪笑。哼哼，你输了，这家铺子我们不收。但你这3个女徒弟天资不错，便留在我神兵阁当本长老的伙同和侍女吧。此言一出，柳如烟的身上那股碧绿色的寂灭剑意瞬间达到了极致，周围的青铜石阶甚至在这股剑意的压迫下，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痕。无耻，叶青哥也是面沉如水，一双手按在古琴之上，随时准备动手。我再次抬手将2个弟子拦了下来。既然元火长老有此雅兴，那林某便接下了。不知这比试的题目是什么？元火长老见我上钩，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冷笑。这乃是我神兵阁的3鼎之事。这3尊铁鼎乃是由极品玄铁打造，沉重无比，且内部刻有极强的大阵。比试的题目很简单，你和我的真传弟子赤火，各自以最普通的凡铁为料，在半个时辰内打造出一件能够让这3尊铁鼎产生共鸣的兵刃。谁引动的共鸣最强？当然
赤火乃是我神兵阁的3品炼器师，你若现在求饶认输，本长老倒也可以给你一条生路。随着元火长老的笑声，一个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滚滚热浪的年轻红发修士从他身后走了出来。此人便是他的得意弟子赤火。赤火看着我，一双眼睛里满是不屑。师尊放心，弟子定会在1炷香内将这凡人铁匠彻底碾碎，将那3位师妹迎入师尊门下。我心中冷笑不止。3鼎之势，用普通的凡铁引动极品玄铁鼎的共鸣，这在寻常的炼器师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普通的凡铁质地太差。根本无法承载足够的灵力，更别说引动如此庞大的大阵共鸣了。但这对于拥有9幽天宫诀、融合了万劫不坏火种的我来说，却简单的有些如同儿戏。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我神色平静，走到了一尊最偏僻、有些破旧的铁炉鼎前。赤火冷哼一声，率先动手。他身形猛地一震，凝神境中期的仙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一团深红色的本命真火瞬间注入了他面前的熔炉之中。呼，火焰熊熊燃烧，将周围的虚空都烘烤得有些扭曲。赤火熟练地将一块凡铁投入炉中，双手在空中快速结印，一道道玄奥的控火阵被他源源不断地打入炉火之中，手法极其娴熟。周围的不少神兵阁弟子见状，纷纷发出一阵阵喝彩之声。赤火师兄不愧是3品炼器师，这控火之术在年轻一代中绝对是佼佼者。那凡人铁匠怕是连火都生不起来了。哈哈！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我神色自若地坐在了炉鼎前。我没有去动用神兵阁准备的那些高级灵炭，而是从自己的小包里慢悠悠地取出了几块红炭，慢吞吞地丢进了炉子里，然后拉动风箱，让炉火慢吞吞地燃烧起来。师尊，雪儿来帮您拉风烧。顾惜雪见状，主动跑了过来，一双白皙的小手握住拉杆，有节奏地拉动着。她的小脸上满是认真之色，没有丝毫的慌乱。叶青歌也是抱着古琴走到一旁，青歌为师尊助阵。悠扬的琴音缓缓响起，如山泉，如清风，将广场上原本燥热而又有些压抑的气氛瞬间冲淡了大半。在这悠扬的琴音中，我缓缓闭上双眼，手掌轻轻按在了熔炉的边缘。9幽天宫，寿命为心，燃烧200年寿命。起，嗡一声只有我能听见的虚空轰鸣在我的气海中炸响，紧接着我体内的万劫不坏火种在200年寿命本源的强行催动下，瞬间爆发出了一缕尊贵无比的纯金色火焰。这缕火焰在进入熔炉的一瞬间，被我用大梦天罗神纹彻底隔绝了气息。在外界看来，我的炉子里燃起的依然只是普通的红炭火。然而，在结界的内部，那块质地低劣的凡铁，在纯金色生命灵火的灼烧下，杂质在瞬间化作了青烟消散。原本粗糙的铁块开始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融化、提纯、压缩，内部的分子结构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本质蜕变。我提起那柄看起来颇为有些老旧的玄铁重锤，深深吸了一口气，落下第一锤，当清脆的声音竟然隐隐透着一缕奇妙的龙吟之声，在广场上空响起。在这一锤之下，整块凡铁竟然有些化作了一柄通体散发着耀眼金光的长约尺许的刻刀。没错，这一次我不打造刀剑，我只打造一柄刻刀。当当当，我一锤接一锤的敲击着金色的生命本源，随着每一锤的落下，在刻刀的内部完美的构筑出了一重重9幽天宫独有的灵纹回路。寿命增加10天。敲击的声音与叶青歌的琴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在这喧闹的广场上构筑出了一副极其和谐、有些美妙的打铁乐章。半个时辰很快过去，当神兵阁的钟声再次响起，时间到，停手，接受检测。元火长老有些尖锐的声音瞬间打破了广场上的宁静。赤火停下手中的重锤，有些志得意满地将一柄通体通红、散发着狂暴热浪的极品灵宝短剑从熔炉中取了出来。短剑之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火系阵纹，威势惊人。师尊，弟子不辱使命，凡铁铸灵兵成了！赤火高傲地说道，眼神轻蔑地看着我。元火长老有些满脸的得意，哈哈大笑。好，极好！赤火，去引动3鼎。让这无知的凡人见识我神兵阁的真正底蕴。赤火抱拳行礼，随后大步走到广场中央。他深吸一口气，将体内的仙力毫无保留地灌注进短剑之中。短剑之上，火红色的光芒瞬间暴涨数丈，化作了一只火红色的飞鸟，狠狠地撞在了最左边的那一尊巨大漆黑铁鼎上。当一声沉闷的巨响响起，那尊漆黑铁鼎在受到撞击后，鼎身上的暗红符文有些开始不均匀地亮了起来，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颤动之声，共鸣度5成。随后，短剑余威不减，再次掠过中间和右边的2尊铁鼎，中间铁鼎亮起，共鸣度4成；右边铁鼎亮起，共鸣度3成。3鼎共鸣，总共取得了极高水准的共鸣效果。周围的神兵阁弟子们纷纷发出一阵阵惊叹与欢呼。林凡，老夫的弟子已经完成，
现在该轮到你了。莫要拿出一件连垃圾不如的废铁，污了我神邦阁的灵鼎。我淡然一笑，缓缓站起身，在顾惜雪和柳如烟等三女期盼而又信任的目光中，我漫不经心地走到了广场中央。我的手里拿着那柄通体散发着耀眼金光、外表极其精致却没有丝毫狂暴波动的暗金刻刀。这就是他打造的兵刃，一把刻刀，他是不是傻了？拿一把雕刻用的刀去引动防御铁鼎的共鸣。周围的弟子们在看清我手里的刻刀时，再次哄堂大笑起来。我连正眼都懒得看他一眼。我站在三尊漆黑铁鼎的面前，神色平静的如同一潭秋水。我缓缓抬起右手，没有动用任何的仙力，只是手握暗金刻刀，迎着那三尊巨大的漆黑铁鼎，在虚空中轻轻一挥。九幽天宫，万兵俯首，去。当一记极其微弱，有些若有若无的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广场上响起。这一声甚至还没有一片树叶落地的声音大。赤火和元火长老见状，正要出言嘲讽，然而就在下一瞬间，让在场所有人，甚至让整座神兵阁都彻底陷入死一般寂静的恐怖异象发生了。嗡！最左边的那尊漆黑铁鼎，在接触到刻刀划过的一缕若有若无的金色波动时，鼎身上的无数古老阵纹，在这一瞬间犹如万星闪烁一般，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耀眼光华。共鸣度10成，完美共鸣。这还没完，中间的那尊漆黑铁鼎同样是在瞬间神光大作，整尊铁鼎剧烈的颤动，竟然在虚空中缓缓悬浮了起来，共鸣度10成。最后是最右边的那尊漆黑铁鼎，轰！伴随着一声穿透了虚空，在每个人灵魂深处轰然炸响的钟鸣声，那尊漆黑铁鼎表面的锈迹在瞬间脱落，露出了高贵无比的金黄色，共鸣度10成，共鸣度10成，三鼎完美共鸣，共鸣度10成大圆满。不仅如此，整座九玄广场周围那数十万柄原本安安静静插在剑冢里的仙兵利器，在这一瞬间仿佛感应到了至高无上的君王降临一般，纷纷剧烈的颤抖，发出了连绵不绝的清脆剑鸣声。他们在剑冢中竟然有些不受控制的弯下了剑身，朝着我手中那柄精致的暗金刻刀齐刷刷的做出了跪拜的姿势。万兵朝拜，10成大圆满。这怎么可能？赤火直接被这一幕吓得有些傻，他整个人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那三尊悬浮在空中、散发着耀眼金光的极品铁鼎，再看着周围那数十万柄正在跪拜的仙兵，整个人有些面若死灰。不，这不是真的，你一定使用了什么妖法，这绝对不是真的！元火长老也是惊叫出声，一张原本高傲老辣的脸庞，在这一刻因为极度的震撼与惶恐，变得极其扭曲和变形。紧接着，整座巨大的神兵岛屿在这一瞬间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一道通体呈金黄色、散发着真正超越了元婴界，甚至隐隐触及到了化神期门槛的古威亚，化作了一道流光，有些失态的从神兵阁最深处的禁地中不顾形象的一头从天上跌撞奔跑了出来。此人一头乱糟糟的白发，连靴子都只穿了一只，然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势，却让在场的所有神兵阁长老和弟子纷纷在瞬间跪倒了一地，拜见阁主，拜见阁主大至尊。来人正是神兵阁的阁主，名扬仙界的五品炼器宗师神柱至尊欧阳万道。欧阳万道根本没有理会那些跪在地上叩拜的弟子，他的一双眼睛布满了红丝，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那柄暗金刻刀，又看了看我那淡然而又有些飘逸的神态，整个人在瞬间大汗淋漓。神兵阁第17代阁主欧阳万道拜见神将老祖，不知老祖真仙降临。神兵阁有失远迎，还望老祖赎罪。欧阳万道这一拜，让原本就寂静的有些可怕的广场瞬间变得死一般的沉寂。阁主至尊竟然称呼这个市井铁匠为神将老祖，而且还当众行了如此跪拜大礼。赤火彻底傻了，脑子嗡嗡直响，整个人直接晕厥了过去。元火长老也是面色惨白如纸，浑身剧烈的颤抖着，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今天不是踢到了铁板，而是踢到了天神。我淡淡的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欧阳万道，随手将暗金刻刀收好，神色依旧从容。在下林凡，不过是一个凡间上来的铁匠，并非什么老祖。今日前来，乃是受天宫城主林啸天之托，有一封推荐信，想要借贵阁的乾坤柱神图一用。欧阳万道听后，猛地转过头，一双怒目死死地盯着站在一旁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的元火长老。逆徒元火，你竟敢将神将老祖的推荐信强行私扣，还敢用无耻之言冲撞老祖的弟子！来人，给我剥去元火长老的职位，打入神炉深渊，面壁思过500年，永世不得录用。阁主饶命啊！老祖饶命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元火长老有些哀嚎连连，在2名青铜重铠守卫的拖拽下，狼狈不堪地被拉下了广场。老祖，那乾坤柱神图乃是我神兵阁的至宝，既然老祖需要，老夫这便带您前往神藏禁地。老祖请。
3位女侠。看着欧阳万道那谦卑的态度，顾惜雪高兴地挺了拍有些傲人的小胸脯，拉着柳如烟的手低声道：“如烟姐姐、青歌姐姐，你们瞧，师尊到哪里都是最厉害的，连这么厉害的阁主都要主呢，要叫师当族呢。”柳如烟微微一笑，师尊的能耐，岂是那些凡人所能揣测？叶青歌的眼眶此时也有些微微湿润。一路上，他见识了太多师尊神乎其神，却又重情重义的惊人手段。在这一刻，他心中的那一抹有些孤独与仇恨，被无尽的温暖与崇拜彻底替代。在欧阳万道的亲自带领下，我们穿过了重重防守森严的青铜通道，终于来到了神兵阁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禁地——神柱虚空。神柱虚空的中央，悬浮着一幅巨大无比、通体散发着太古鸿蒙气息的神秘画卷。那画卷之上，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皆是由无数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古老至极的器皿阵纹交织而成。画卷的每一次展开与闭合，都伴随着一圈圈柔和神圣的天地威能，将方圆百里内的不属于正道的驳杂气息全部驱散。这便是传自上古的至高神器乾坤柱神图。老祖，这乾坤柱神图内部自成一片天宫小世界，老祖只需渐入其中，运转您的无上心法，便能利用此图的洪恒芒界，将自身的所有天兽兽灵因果全部隐匿。纵然是那传说中掌控了天道阴管的永生会至尊，也绝对无法探查到老祖的一丝一毫天机。我看着那悬浮在空中的巨大画卷，眼神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只要进入此图，隐匿了天机，我便可以安安静静的在这仙界打铁，直到我的寿命积累到1000万年乃至1万年。到那时候，这诸天神佛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锤子买卖罢了。然而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就在我准备带着3个弟子踏入那乾坤柱神图的金色入口时，整个神兵禁地中的原本温和神圣的太古气息，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的彻底凝固了下来。呼，一阵带着极其浓郁、令人作呕的、有些阴森寒意的黑风突然从周围的虚空深处疯狂地钻了出来。原本散发着金色光芒的乾坤柱神图，在这黑风的侵蚀下，表面的光芒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极其暗淡，隐隐泛起了一缕缕有些不祥的黑色昙花图腾。不好，阵法被破坏了！欧阳万道面色巨变，有些失态的大呼。他双手快速结印，想要催动神兵阁的防守阵法。然而他体内的仙力在刚刚运转的一瞬间，一口灼热的气息猛地从他口中吐出，他脸上的血气瞬间散去。天宫软金伞，元火，你这个叛徒！神兵禁地的青铜大门轰的一声被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力道强行从外面砸成了粉碎，漫天的碎石碎尘飞溅中，一个身穿暗金色华丽长袍，脸上戴着一尊耀眼金面具的神秘男子，在一群手持法宝的身穿黑衣的永生会修士的簇拥下，迈着有些极其优雅而又有些无比冰冷的步缓缓走了进来。那金面具男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极其恐怖，宛如深渊，宛如地狱，那是真正的超越了元婴境，达到化神境巅峰的至尊威压。此人正是永生会真正的幕后黑手，也是那至高无上的永生大护法金面至尊。阁主大人，别来无恙啊！你真以为你神兵阁的这点防守能挡得住我永生会的万古大计？不过，今天本尊的目标，并不是你这破神兵阁，而是林凡，本尊的小家伙们，在凡间、在天宫城都死在了你的手里。本尊原本还在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能毁掉本尊精心录制的那么多炉子，却没想到你体内的生命之火竟然已经浓郁到了如此可思议的地步，13万年的寿命！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反铁匠，真是我永生会10万年来最完美、最极致的生命熔炉！只要将你献祭，唤醒我主神魂天柱，本尊便能获得真正的长生，与天同寿。听到金面至尊那疯狂的声音，在场的神兵阁弟子纷纷面若死灰。在这种化神期巅峰巨擘的面前，他们就像是蝼蚁一般，连动弹一下手指都有些困难。而我身旁的叶青歌，在看清金面男子那一双在金色面具下的极其残忍而又有些无比熟悉的眼睛时，他的身体在一瞬间剧烈的颤抖了起来。无尽的仇恨、痛苦在这一瞬间彻底撕裂了他的理智。是你，就是你！叶青歌的眼眶在瞬间湿润，声音变得有些声嘶力竭。是你杀了我父亲，夺了我家族的至宝，我家族的至宝，将我所有的族人都折磨至神魂溃散。恶魔，
要杀了你！叶青哥失去了理智，抱起古琴就要朝金面至尊冲过去。他娇柔的身体在极度的仇恨下，散发出了有些耀眼的微弱天阴光华。不自量力的小虫子！金面至尊不屑地冷笑一声，随手一挥，一团通体呈暗红色，散发着极其阴森诡气的恐怖掌，瞬间跨越了虚空的距离，带着摧枯拉朽的威能，朝着叶青哥狠狠地拍了过来。那一掌的威力，纵然是元婴境中期的强者在场，也绝对会被在瞬间强行磨灭。青哥，退下！师尊在此，万天神佛也休想伤你分毫。我缓缓抬起右手，紧握拳头。体内的九幽天宫诀在这一瞬间彻底逆转。九幽助神印，万劫不坏火，燃烧3万年寿命，给我破！轰！随着我心中指令的落下，我体内的寿命储量在瞬间少去了整整3万年。3万年对于这世间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活过无数个纪元的天文数字。而当这庞大到无法想象的生命本源在一瞬间彻底化作战斗燃料而燃烧起来时，那一股威能已经超越了这凡仙界限的理解。一尊高达数百丈、通体由纯金色的生命之火构筑而成的太古诸神法相轰然在我的身后拔地而起，法相的每一寸肌肤都流淌着99至尊的高贵神纹。那巨大的拳头迎着那落下的暗红巨掌，一拳轰了出去。当一声震耳欲聋，让整座神兵阁岛屿在瞬间开裂出无数道百米巨缝的清脆碰撞声，在禁地中响彻。在这一拳之下，金面至尊那引以为傲的化神七掌印，在接触到金色拳锋的一瞬间，被金色火焰无声无息的融化，进化成了一朵朵纯白色的祥云。这力量已经超越了化神，这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铁匠。金面至尊第一次在面具下露出了极度的恐惧与慌乱之色，他连连后退了10几步，一双手死死地扣着袖口，浑身颤抖。我神色冷淡，一步跨出，瞬间落在了半空之中。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永生大护法金面至尊，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凡有别。我右手一指，虚空中的乾坤柱神图，在感受到我体内庞大的九幽天宫本源时，竟然有些像是乳燕归巢一般，发出了一声兴奋的哀鸣，有些自动的卷曲了起来，化作了一柄通体橙紫金色、散发着无穷天宫造化之意的太古神锤，落在了我那尊巨大诸神法相的手中。九幽天宫，乾坤一击，给我灭！我没有任何废话，巨大的九幽诸神法相高举那由乾坤诸神图化作的太古神锤，迎着那地上的金面至尊一锤轰然砸下。这一击，风停了，雷歇了，天地间的灵气波动彻底寂静了下来。只有那一柄长达数千米的紫金色神锤，带着纯金色的生命火焰，将半边虚空都有些强行砸成了粉碎。不，佛主救我！金面至尊发出了一声绝望而又尖锐的哀嚎声，他的身上那一朵金色的昙花印记疯狂地旋转着，想要再次召唤出那至高无上的神灵分身。但在我这融合了万劫不坏火种，燃烧了3万年本源寿命的乾坤一击面前，那微弱的魔火连一瞬都没能支撑。当一声响彻了整个仙界的钟齐鸣之声在废墟中响起，在太古神锤落下的瞬间，金面至尊身上的所有防御，他的暗金华袍，他的金色面具，他的化神七元神，乃至他体内那些有些恶毒的生命血，在一瞬间被金色生命之火彻底融化，没有血流成河，没有处刑的残忍，只有无尽的金色神光将他彻底磨灭。他的神魂在神光的照耀下褪去了所有的邪恶与污浊，重新化作了漫天的天地本源灵气，有些温和的洒落在了这片刚刚遭受了大战摧残的神兵禁地之中。那些被吸干了修为和寿命的有些奄奄一息的神兵阁弟子，在这些纯净灵气的滋润下，体内的寿命与修为开始以一种奇迹般的速度重新恢复，甚至比之前还要好上几分。而那个作恶多端、覆灭了叶家、屠戮了无数生灵的永生会金面大护法，在这一瞬间化作了漫天的金色尘埃，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连一丝痕迹都没能留下。尘埃落定，漫天的金光化作了一朵朵虚幻的金色昙花，消散于无形。叶青哥跪倒在地上，看着那化作尘埃的金面男子，两行清泪缓缓滑落。父亲，族人们，青哥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他哭得有些泣不成声，但那哭声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仇恨与挣扎，只剩下无尽的释怀与解脱。顾惜雪跑了过去，将叶青哥紧紧地抱住，一双大眼睛里也满是泪水。不哭了，以后有师尊，有我们就是你最亲的亲人。柳如烟也是收起青帝造化剑，走到叶青哥身旁，有些神色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缓缓落在地上，我的面色有些微微的苍白，体内的寿命储量还剩下整整104512点。虽然这一次消耗极大，但我体内的那尊九幽金色熔炉，在吸收了万劫不坏火种，得到了乾坤柱神图的彻底认可后，
到了乾坤柱神图的彻底认可后，已经完成了最终阶段的究极进化。现在我每打造出一把普通的铁剑，所能增加的寿命已经暴涨到了整整1个月。这意味着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打铁1年，我的寿命就能暴涨到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大圆满，这才是真正的长生大圆满。半跪在废墟中的神兵阁主欧阳万道，体内的仙力也渐渐恢复。多谢老祖救我神兵阁，拯救这仙界苍生。从今往后，我神兵阁为老祖马首是瞻，老祖之言即为我阁最高祖令。我微微一笑，欧阳阁主言重了，拯救苍生谈不上，在下不过是护犊子罢了。至于这老祖名号，在下汝实没兴趣。我还是喜欢安静的当个铁匠，安静的当个铁匠。我收回乾坤柱神图，将其再次挂回了禁地石壁之上。有了这幅图的因果隐秘，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寻得到我的天机。而那所谓的永生魂，在失去了金面大护法和所有精英后，不日便会在凌啸天与神兵阁的联合绞杀下，彻底灰飞烟灭。半个月后，天宫城那条有些偏僻、原本平平无奇的穷人街区上，一间名为灵记铁匠铺的旧铺子，在朝阳的照耀下，重新挂起了招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清晨，伴随着清脆而又有些美妙的打铁声，我穿着一件有些旧的粗布长衫，手握玄铁重锤，正满头大汗的在红炭火旁敲打。寿命增加30天，寿命增加30天。脑海中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像是一个美妙的计数器，在不停的向上跳跃着。师尊，水烧开了，雪儿今天学会了泡你最喜欢的君山银汁，快尝一尝。顾惜雪扎着2个可爱的双马尾，端着一壶香气扑鼻的清茶，一双大眼睛笑成了月牙状。如烟，你今天的寂灭剑法步伐有些不对，剑气要内敛，莫要漏了风。柳如烟收起青地造化剑，用袖袍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青哥姐姐，你那一手清新颖的节奏太快了，如烟的剑有些跟不上了呢。两女打闹着，欢声笑语在铺子里弥漫，散发着无尽的温馨。我放下手中的重锤，接过顾惜雪递过来的茶杯，轻轻喝了一口，微风拂面，桃香沁人。这就是我林凡的生活。我拥有着数不尽的寿命，拥有着名扬仙界的通天能耐，但我依然只是一个铁匠。在这清脆而又温暖的打铁声中，在这3位貌美如花、温柔贤淑的女徒弟的相伴下，我将在这凡尘仙界里慢慢的发育，静静的长生，直到天荒地老，万古长青。